拔服为殿下将建一旅之业，追还文之功，大事草创，驾事无处，是以有为之事，望风归顺。臣委职以来，千历山积，臣犹自知，况于君乎？今王朝英俊临极，臣内无辅佐之器，外无将领之才，列次功臣，诚足自愧。臣闻范蠡事迹，伏于五湖，就犯谢罪，逡巡河上。夫忌讳之间，请命起身，何哉？欲竭去就之分也。况臣卑鄙，无缘功勋，自系于时，切慕前贤，早思远耻。习身生至孝，见疑于亲；子虚至忠，见诛于君。蒙恬破镜而被大刑，恶意破其而遭谗佞。臣每读其书，未尝不感慨流涕。而卿当其事，亦用商道。尔者荆州复败，大臣失节，百无一骸。为臣巡视，自至房陵，上庸而复起身自放于外。伏愿殿下圣恩感悟，悯臣之心，道臣之举。臣诚小人，不能始终，知而为之，敢谓非罪。臣每闻交绝无恶声，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，愿君王免之。臣不甚惶恐之至。玄德看毕，大怒曰：匹夫叛吾，安敢以文辞相戏耶？即欲起兵擒之。孔明曰：可就遣刘封进兵，令二虎相并。刘封或有功，或败绩，必归成都，救而除之，可决两害。玄德从之，遂遣使到绵竹，传谕刘封。封受命，率兵来擒孟达。却说曹丕正据文武议事，忽近臣奏曰：蜀将孟达来将。丕召入问曰：如此来，莫非诈降乎？答曰：臣为不救关公之为，汉中王欲杀臣，因此惧罪来将，别无他意。曹丕尚未准信，忽报刘封引5万兵来，取襄阳，单诺孟达厮杀。丕曰：汝既是真心，便可去襄阳取刘封首级来，孤方准信。答曰：臣以利害说之，不必动兵，令刘封亦来将也。丕大喜，遂加孟达为散骑常侍，建武将军、平阳亭侯，领新城太守，去守襄阳、樊城。原来夏侯尚、徐晃已先在襄阳，正将收取上庸诸部。孟达到了襄阳，于二江里壁，探得刘封离城50里下寨。拔即修书一封，使人击赴蜀寨招降刘封。刘封览书大怒曰：此贼误无赎职之意，又奸无父子之亲，使吾为不忠不孝之人也。遂扯遂来书，斩其使。次日，引军前来搦战。孟达知刘封扯书斩使，勃然大怒，亦领兵出营。两阵对圆，封立马于门旗下，以刀指骂曰：背国反贼，安敢乱言？孟达曰：如死以临头，还自执迷不省。封大怒，拍马抡刀，直奔孟达。战不3合，达败走。封乘虚追杀20余里，一声喊起，伏兵尽出。左边夏侯尚杀来，右边徐晃杀来，孟达回身复战，三军夹攻。刘封大败而走，连夜回上庸，背后卫兵赶来。刘封到城下叫门，城上乱箭射下。申丹在敌楼上叫曰：吾已降了位也。封大怒，欲要攻城，背后追军将至。封力脚不牢，只得望房陵而奔，见城上已尽插卫旗。申疑在敌楼上将其一斩，城后一彪军出，其上大书右将军许晃。封抵敌不住，即望西川而走。晃乘势追杀。刘封部下只剩的100余骑，到了成都，入见汉中王，哭拜于地，细奏前事。玄德怒曰：孺子有何面目复来见吾？封曰：赎父之难，非而不救，因孟达见阻故耳。玄德转怒曰：汝须识人时，穿人衣，非土木偶人，安可听谗贼所阻？命左右推出斩之。汉中王既斩刘封，后闻孟达招之，毁书斩使之事，心中颇悔，又哀痛关公，以致染病，因此按兵不动。且说魏王曹丕自即王位，将文武官僚尽皆升赏。
遂同甲兵30万南巡沛国谯县，大享先营。乡中父老扬尘遮道，奉商敬酒，孝汉高祖还沛之事。人报大将军夏侯惇病笃，披及还邺郡。时惇已卒，披为挂孝，以厚礼并葬。是岁8月间，报称10邑县凤凰来仪，临淄城麒麟出现，黄龙现于邺郡。于是中郎将李福、太史丞许之商议，种种锐争，乃为当代汉之诏，可安排受禅之礼，令汉帝将天下让于魏王。遂同华歆、王朗、辛毗、贾诩、刘毅、刘烨、陈缴、陈群、桓阶等一般文武官僚40余人，直入内殿，来奏汉献帝，请禅位于魏王曹丕。正是魏家社稷今将见，汉代江山乎矣。未知献帝如何回答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80回，曹丕废帝篡炎刘，汉王政未续大统。却说华歆等一般文武入见献帝，兴奏曰：服笃魏王，自登位以来，德布四方，人及万物，乐鼓超今，虽唐于吾已过此。群臣会议，言汉作以中，望陛下效尧、舜之道，以山川社稷，禅与魏王，上合天心，下合民意，则陛下安享清闲之福。祖宗幸甚，生灵幸甚。臣等议定，特来奏请。帝闻奏大惊，半晌无言，去百官而哭曰：朕想高祖提3尺剑，斩蛇起义，平秦灭楚，创造基业，世统相传400年矣。朕虽不才，出无过恶，安忍将祖宗大业等嫌弃了？如百官再从公继义。华歆引李福、许之近前奏曰：陛下若不信，可问此2人。李福奏曰：自魏王即位以来，麒麟降生，凤凰来仪，黄龙出现，嘉禾未生，甘露下降，此事上天示瑞，为当代汉之象也。许之又奏曰：臣等执掌司天，夜观干象，见严汉气数以中，陛下地心隐匿不明。魏国干象及天察地，言之难尽。更兼上印图谶，其谶曰：鬼在边，尾相连。当代汉无可言，言在东，武在西，2日并光上下移。以此论之，陛下可早禅位。鬼在边，尾相连，是谓字也；言在东，武在西，乃许字也。2日并光上下移，乃昌字也，此事谓在许昌应受汉禅也。愿陛下察之。帝曰：祥瑞图谶，皆虚妄之事。奈何以虚妄之事而惧欲震慑祖宗之基业乎？王朗奏曰：自古以来，有兴必有废，有盛必有衰，岂有不亡之国，不败之家乎？汉室相传400余年，言至陛下气数已尽，宜早退避，不可迟疑。迟则生变矣。帝大哭，入后殿去了。百官审消而退。次日，官僚又集于大殿，令宦官入请献帝。帝忧惧不敢出。曹后曰：百官请陛下设朝，陛下何故推阻？帝泣曰：汝兄欲篡位，令百官相逼，朕故不出。曹后大怒曰：吾兄奈何为此乱逆之事耶？言未毕，只见曹洪、曹休带剑而入，请帝出殿。曹后大骂曰：俱是汝等乱贼，希图富贵，共造逆谋。吾父功盖寰区，威震天下，然且不敢篡窃神器。今吾兄4位为己，折丝篡汉，皇天必不作耳。言罢，痛哭入宫。左右侍者皆虚膝流涕。曹洪、曹休力请献帝出殿，帝被逼不过，只得更衣出前殿。华歆奏曰：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意，免遭大祸。帝痛哭曰：卿等皆识汉禄久矣，中间多有汉朝功臣子孙，何忍作此不臣之事？歆曰：陛下若不从众议，恐旦夕萧墙或起，非臣等不忠于陛下也。帝曰：谁敢是朕耶？歆厉声曰：天下之人，皆知陛下无人君之福，以致四方大乱。若非魏王在朝，是陛下者，何止一人？陛下尚不知恩报本，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？帝大惊，拂袖而起。
王朗以目视华歆，兴纵步向前，扯住龙袍，变色而言曰：“许与不许，早发一言。”必站立不能答。曹洪、曹休拔剑大呼曰：“福宝郎何在？”祖必应声出曰：“福宝郎在此。”曹洪所要玉玺，祖必斥曰：“玉玺乃天子之宝，安得擅所？”洪喝令武士推出斩之，祖必大骂不绝口而死。后人有诗赞曰：“奸鬼专权汉室王，诈称禅位效于唐。满朝百辟皆尊位，仅见忠臣福宝郎。”必站立不已。只见阶下披甲持戈数百余人，皆是卫兵。帝泣谓群臣曰：“朕愿将天下禅于魏王，幸留残喘，以终天年。”贾诩曰：“魏王必不负陛下，陛下可即降诏，以安众心。必只得令臣群草禅国之诏，令华歆击捧诏玺，引百官直至魏王宫献纳。”曹丕大喜，开读诏曰：“朕在位32年，遭天下荡妇，信赖祖宗之灵，为而复存。然今仰瞻天象，俯察民心，言今之数纪中，行运在乎曹氏。是以前王继述神武之基，今王又光耀明德，以应其旗。历数昭明，信可知矣。夫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。行遥不思于绝子，而民播于无穷，朕切慕焉。今其追种尧典，禅位于丞相魏王。王其无辞。曹丕听毕，便欲受诏。司马懿谏曰：“不可。虽然诏玺已至，殿下以且上表谦辞，以绝天下之谤。”丕从之，令王朗作表，自称的薄，请别求大贤以祀天位。帝览表，心甚惊疑，谓群臣曰：“魏王谦逊，如之奈何？”华歆曰：“昔魏武王受王爵之时，3辞而诏不许，然后受之。今陛下可再降诏，魏王自当允从。”帝不得已，又令桓凯草诏，遣高庙使张英持节奉玺至魏王宫。曹丕开读诏曰：“兹尔魏王，上书谦让，朕妾为汉道凌迟，为日已久。信赖武王操，得因福运，奋扬神武，删除凶暴，钦定区下。今王丕转承前序，至得光昭，升教备四海，人封禅8区。天之历数，实在尔公。习于舜有大功20，而放勋禅以天下。大禹有疏导之机，而重华禅以地位。汉承尧运，有传圣之意。嘉顺临齐，少天明命，使行御帐大夫张英持节奉皇帝玺绶。王其受之。曹丕接诏欣喜，谓贾诩曰：“虽2次有诏，然终恐天下后世不免篡窃之名也。”许曰：“此事极易，可再命张英击回玺绶，却叫华歆令汉帝筑一台，名寿禅台，则即日良辰，及大小公卿进到台下，令天子亲奉玺绶，禅天下与王，便可以示群夷而决众议矣。”丕大喜，即令张英捧回玺绶，仍作表谦辞。因回奏献帝，帝问群臣曰：“魏王又让，其意若何？”华歆奏曰：“陛下可筑一台，名曰寿禅台，聚集公卿庶民，明拜禅位，则陛下子子孙孙必蒙魏恩矣。”帝从之，乃遣太常院官补地于樊阳，筑起3层高台，则于10月庚午日寅时禅让。至期，献帝请魏王曹丕登台受禅，台下及大小官僚400余员，御林虎贲禁军30余万。帝亲捧玉玺奉曹丕，丕受之。台下群臣跪听策曰：“兹尔魏王，昔者唐尧禅位于虞舜，舜亦以命与天命不于常，为归有德。汉道凌迟，是失其序，降级正宫，大乱资昏，群凶自逆，宇内颠覆。赖武王神武，整资南于四方，为清区下，以保虽我宗庙。其与一人或异，必久服食受其次。今王亲承前序，光于乃德。徽文武之大业，昭而考之宏烈。皇陵将瑞，人神告征，但为亮采，失袭朕命。
谦曰：尔杜克协于虞舜，用虑我唐典，尽训尔魏。虞系天之历数在尔公，君其之顺大礼，享万国以速成天命。读策已毕，魏王曹丕即受禅位大礼，登了帝位。贾诩引大小官僚朝于台下，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，国号大魏。丕即传旨，大赦天下，谥父曹操为太祖武皇帝。华歆奏曰：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汉帝既禅天下，礼仪退就凡服。启降明旨安置刘氏于何地？元气伏献帝跪于台下听旨。丕降旨封帝为山阳公，即日便行。华歆按见旨地，厉声而言曰：立一地，废一地，古之常道。今上仁慈，不忍加害，封汝为山阳公。今日便行，非宣诏不许入朝。献帝含泪拜谢，上马而去。台下军民人等见之，伤感不已。丕谓群臣曰：舜禹之事，朕知之矣。群臣皆呼万岁。后人观此受禅台，有诗叹曰：两汉经营事颇难，一朝失却救江山。皇初欲学唐虞氏，司马将来作样看。百官请曹丕答谢天地。丕方下拜，忽然台前卷起一阵怪风，飞沙走石，急如骤雨，对面不见。台上火烛尽皆吹灭。丕惊倒于台上，百官急救下台，半晌方醒。侍臣伏入宫中，数日不能设朝。后病稍可，方出殿受群臣朝贺。封华歆为司徒，王朗为司空，大小官僚一一升赏。丕即位权，以许昌公事多邀，乃自许昌幸洛阳，大建宫室。早有人到成都报说曹丕自立为大魏皇帝，于洛阳盖造宫殿，且传言汉帝已遇害。汉中王闻之，痛哭终日，下令百官挂孝，遥望社稷，上尊谥曰孝敏皇帝。玄德因此忧虑，至染成疾，不能理事，政务皆托于孔明。孔明与太傅许敬、光禄大夫谯周商议，言天下不可一日无君，欲尊汉中王为帝。谯周曰：晋有降封庆云之瑞，成都西北角有黄气数10丈冲霄而起，地兴建于壁，为卯之分，煌煌如月，此正应汉中王当即帝位，以继汉统，更复何疑？于是孔明与许敬引大小官僚上表，请汉中王即皇帝位。汉中王览表，大惊曰：卿等欲献孤为不忠不义之人耶？孔明奏曰：非也，曹丕篡汉自立，主上乃汉室苗裔，礼和祭同以言汉祀。汉中王勃然变色曰：孤岂效逆贼所为？拂袖而起，入于后宫。众官皆散。3日后，孔明又引众官入朝，请汉中王出。众皆拜伏于前。许敬奏曰：今汉天子已被曹丕所弑，主上不及帝位，兴师讨逆，不得为忠义也。今天下无不欲王上为君，孝敏皇帝血恨。若不从臣等所议，是失民望矣。汉中王曰：孤虽是景帝之孙，并未有德，则以不于民。今一旦自立为帝，与篡窃何异？孔明苦劝数次，汉中王坚执不从。孔明乃设一计，谓众官曰：如此如此。于是孔明托病不出。汉中王闻孔明病笃，亲到府中，直入卧榻边问曰：军师所感何疾？孔明答曰：忧心如焚，命不久矣。汉中王曰：军师所忧何事？连问数次，孔明只推病重，名目不答。汉中王再三请问，孔明喟然叹曰：臣自出茅庐，得遇大王，相随至今，言听计从。今信大王有两川之地，不负臣素习之言。目今曹丕篡位，汉嗣将斩，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为帝，灭魏兴刘，共图功名。不想大王坚持不肯，众官皆有怨心，不久必尽散矣。若文武皆散，吾未来宫，两川难保，臣安得不忧乎？汉中王曰：吾非推祖，恐天下人议论耳。
孔明曰：圣人云，名不正则言不顺。今大王名正言顺，有何可议？岂不闻天与福取，反受其咎？汉中王曰：待军师并可，行之未迟。孔明听罢，从榻上跃然而起，将屏风一击，外面文武众官皆入，拜伏于地曰：主上既允，便请择日以行大礼。汉中王视之，乃是太傅许靖、安汉将军糜竺、青衣侯尚举、阳泉侯刘豹、别驾赵作、至中杨弘、义曹杜琼、从事张爽、太常卿赖中、光禄卿黄权、祭酒何曾、学士尹默、司业乔州、大司马英纯、偏将军张毅、少府王谋、昭文博士一级、从事郎秦密等众也。汉中王惊曰：现孤于不义，皆卿等也。孔明曰：王上既允所请，便可筑台则吉，公行大礼。及时送汉中王还公，一面令博士许慈建议郎孟光掌礼筑台于成都武丹之南。诸事齐备，多官整设銮驾，迎请汉中王登坛致祭。乔州在坛上高声朗读祭文曰：为建安26年4月丙午朔，月12日丁巳，皇帝被感昭告于皇天后土，汉有天下，历数无疆。忙者王莽篡道，光武皇帝震怒至诛，社稷复存。今曹操祖兵残忍，戮杀主后，罪恶滔天。操子丕宰嗣凶逆，窃据神器。群下将士以为汉嗣堕废，备疑言之，四五二祖，公行天罚。被据无得舔地位，寻于庶民，外及辖荒君常。签曰：天命不可以不达，祖业不可以久替，四海不可以无主。虑土势旺，再备一人。被为天明命，又据高光之业，将坠于地，仅择吉日登坛祭告，受皇帝喜寿，抚临四方。为神想作汉家，永虽立服。读罢祭文，孔明律众关公上玉玺。汉中王受了，捧于坛上，再三推让曰：被无才的，请则有才的者受之。孔明奏曰：王上平定四海，功德昭于天下，况是大汉宗派，宜及正位。以祭告天神，复何让焉？文武各官皆呼万岁。拜吴礼毕，改元章武元年。立妃吴氏为皇后，长子刘禅为太子，封次子刘永为鲁王，刘礼为梁王。封诸葛亮为丞相，许靖为司徒。大小官僚一一升赏，大赦天下。两川军民无不欣悦。次日设朝，文武官僚拜毕，列为两班。先主将诏曰：朕自桃园与官张结义，视同生死。吾幸二弟云长，被东吴孙权所害，若不报仇，是复蒙也。朕欲起倾国之兵，攻伐东吴，生擒逆贼，以雪此恨。言未毕，班内一人拜伏于阶下，谏曰：不可。先主视之，乃虎威将军赵云也。正是君王未及行天讨，臣下曾闻尽直言。未知子龙所见若何？且看下文分解。第81回，吉凶仇张飞遇害，雪帝恨先主兴兵。说先主起兵东征，赵云谏曰：国贼乃曹操，非孙权也。今曹丕篡汉，神人共怒。陛下可早图关中，屯兵渭河上流，以讨凶逆，则关东义士必包裹粮策马以迎往师。若舍魏以伐吴，兵士一交，岂能奏解？愿陛下察之。先主曰：孙权害了阵地，又奸附士人，糜芳、潘璋、马忠皆有切齿之仇。啖其肉而灭其族，方雪正恨。卿何祖耶？云曰：汉贼之仇，公也；兄弟之仇，私也。愿以天下为重。先主答曰：朕不为帝报仇，虽有万里江山，何足为贵？遂不听赵云之谏，下令起兵伐吴。且发使往武西，借番兵5万，共相策应。一面差使往郎中，迁张飞为车骑将军，领司隶校尉、西乡侯兼郎中牧。使命击赵而去。说张飞在郎中，闻知关公被东吴所害，旦夕豪气，血湿衣襟。诸将以酒劝解，酒醉，怒气愈加。
帐上帐下，但有犯者即鞭挞之。若有鞭死者，每日望南切齿睁目怒恨，放声痛哭不已。忽报使至，慌忙接入，开读诏旨。非受绝望北败壁，设酒款待来使。非曰吾兄被害，仇深似海。庙堂之臣，何不早奏兴兵？使者曰：多有劝先灭魏而后伐吴者。非怒曰：是何言也？昔我三人桃园结义，是同生死。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，吾安得独享富贵耶？吾当面见天子，愿为前部先锋，挂效伐吴，生擒逆贼，祭告二兄，以见前盟。言讫，就同使命望成都而来。却说先主每日自下教场操演军马，克日兴师，御驾亲征。于是公卿都至丞相府中，见孔明曰：今天子出临大魏，亲统军武，非所以重社稷也。丞相秉君衡之职，何不归谏？孔明曰：吾苦谏数次，只是不听。今日公等随我入教场见去。当下孔明引百官来奏先主曰：陛下初登保卫，若欲北讨汉贼，以身大义于天下，方可亲统六师。若只欲伐吴，命一上将统军伐之可也，何必亲劳圣驾？先主见孔明苦谏，心中稍回。忽报张飞到来，先主即召入。飞至演武厅拜伏于的，抱先主足而哭。先主亦哭。飞曰：陛下今日为君，早忘了桃园之事，尔兄之仇如何不报？先主曰：多关见阻，未敢轻举。飞曰：他人岂知昔日之盟？若陛下不去，臣舍此躯与二兄报仇。若不能报时，臣宁死不见陛下也。先主曰：朕与卿同往。卿提本部兵自阆州而出，朕统精兵会于江州，共伐东吴，以雪此恨。飞临行，先主主曰：朕素知卿酒后暴怒，鞭挞健儿而复令在左右，此取祸之道也。今后务宜宽容，不可如前。飞拜辞而去。次日，先生整兵要行。学士秦密奏曰：陛下舍万乘之躯而训小义，古人所不取也，愿陛下思之。先主曰：云长与朕犹一体也，大义尚在，岂可忘耶？密伏地不起曰：陛下不从臣言，臣恐有失。先主大怒曰：朕欲兴兵，尔何出此不利之言？是武士推出斩之。密面不改色，回顾先主而笑曰：臣死无恨，但可惜新创之业，又将颠覆耳。众官皆为秦密告免。先主曰：暂且求下，待朕报仇回时发落。孔明闻之，即上表就秦密。其略曰：臣亮等窃以吴贼惩奸鬼之计，致荆州有覆亡之祸。允将心于斗牛，折天柱于楚地，此情哀痛，诚不可忘。但念迁汉鼎者，虽由曹操，遗留作者过非孙权。窃谓魏贼若除，则无自兵。愿陛下纳秦密金石之言，以养士卒之力，别作良图，则社稷幸甚。天下幸甚。先主看毕，执表于地曰：朕意已决，无得再见。遂命丞相诸葛亮保太子守两川，骠骑将军马超并弟马岱助镇北将军魏延守汉中，以当卫兵。虎威将军赵云为后应，监督粮草。黄权、程基为参谋。马良、陈镇长李文书。黄忠为前部先锋。冯习、张南为副将。傅同、张翼为中军护卫。赵荣、廖纯为河后。川江数百员，并武西番江等，共兵75万。则定张武元年7月丙寅日出师。说张飞回到郎中，下令军中限3日内置白旗白甲，三军挂孝伐吴。次日，帐下2员末将范江、张达入帐告曰：白旗白甲，一时无措，须宽限方可。飞大怒曰：吾急欲报仇，恨不明日便到逆贼之境。汝安敢为我将令？是武士伏于树上，各编备50。编毕，以手指之曰：来日俱要完备。
若违了宪，即杀汝二人示众。把得二人满口出血，回到营中商议。范将曰：今日受了刑责，明日如何办得？其人性暴如火，倘来日不完，你我皆被杀矣。张达曰：比如他杀我，不如我杀他。姜曰：怎奈不得近前？拔曰：我两个若不当死，则他醉于床上；若是当死，则他不醉。二人商议停当。却说张飞在帐中，神思皆乱，动止恍惚，来问不姜曰：吾今心惊肉颤，坐卧不安，此何意也？不姜答曰：此事君侯思念关公，以致如此。非令人将酒来与不姜同饮，不觉大醉，卧于帐中。范、张两贼探知消息，出更时分，各藏短刀，密入帐中，诈言欲禀机密重事，直至床前。原来张飞每睡不合眼，当夜寝于帐中，二贼见他虚数木张，本不敢动手，因闻鼻息如雷，方敢近前，以短刀刺入飞腹。飞大叫一声而亡，时年55岁。后人有诗叹曰：安喜曾闻边都游，黄金扫尽左岩流。虎牢关上生仙阵，长板桥边水逆流。历世言延安蜀境，至七章台定中州。伐吴未克身先死，秋草长一浪地愁。却说二贼当夜割了张飞首级，便引数十人连夜投东吴去了。次日，军中闻之，起兵追之不及。时有张飞部将吴班向自荆州来见先主，先主用为衙门将，使左张飞守郎中。当下吴班先发表彰，奏知天子。然后令长子张苞据棺椁圣主，令弟张少守郎中，苞自来报先主，时先主已择其出师。大小官僚皆随孔明送10里方回。孔明回至成都，样样不乐，故谓众官曰：法孝直若在，必能治主上东行也。却说先主是夜心惊肉颤，寝卧不安。出帐仰观天文，见西北一星，其大如豆，忽然坠地。先主大疑，连夜令人求问孔明。孔明回奏曰：何损夷上将3日之内必有警报。先主因此按兵不动。忽侍臣奏曰：郎中张车骑部将吴班差人击表至。先主顿足曰：1、3弟休矣。及至览表，果报张飞凶信。先主放声大哭，昏厥于地。众官救醒。次日，人报一队军马奏风而至。先主出营观之，良久，见一员小将，白袍银铠，滚鞍下马，伏地而哭，乃张苞也。苞曰：范将、张达杀了臣父，将首级投东吴去了。先主哀痛至甚，饮食不进。群臣苦谏曰：陛下方欲为二弟报仇，何可先自摧残龙体？先主方才尽善。遂谓张苞曰：卿与吴班，敢引本部军作先锋，为卿父报仇否？苞曰：为国为父，万死不辞。先主正欲遣苞起兵，又报一彪军蜂拥而至。先主令侍臣探之，须臾，侍臣引一小将军，白袍银铠，入营伏地而哭。先主视之，乃关兴也。先主见了关兴，想起关公，又放声大哭。众官苦劝，先主曰：朕想不一时，与关张结义，视同生死。朕今为天子，正欲与两地共享富贵，不幸俱死于非命。见此二旨，能不断肠？言讫又哭。众官日二小将军且退。荣圣上将袭龙体。侍臣奏曰：陛下年过6旬，不宜过于哀痛。先主曰：二弟俱亡，朕安忍独生？言讫，以头遁地而哭。多官商议曰：今天子如此烦恼，将何解劝？马良曰：主上亲统大兵伐吴，终日好气，于军不利。陈震曰：吾闻成都青城山之西，有一隐者，姓李，名义。世人传说此老已300余岁，能知人之生死吉凶，乃当世之神仙也。何不奏之天子，召此老来，问他吉凶？圣汝吾等之言。遂入奏先主。
先主从之，即遣陈震击诏往青城山宣诏。震星夜到了青城，令乡人引入山谷深处，遥望仙庄，青云隐隐，锐气非凡。忽见一小童来迎曰：“来者莫非陈孝启乎？”震大惊曰：“仙童如何知我姓字？”童子日，吾师昨夜有言，今日必有皇帝诏命至，使者必是陈孝启。震曰：“真神仙也。”人言信不诬矣。遂与小童同入仙庄，拜见李毅，宣天子诏命。李毅推老不行。震曰：“天子即欲见仙翁一面，幸勿令贺驾。”再三敦请，李毅方行，即至御营，入见先主。先主见李毅鹤发童颜，闭眼方瞳，灼灼有光，身如古柏之状，知是一人，优礼相待。李毅曰：“老夫乃荒山村叟，无学无识，入陛下宣诏，不又有何见遇？”先主曰：“朕与关张二弟结生死之交30余年矣。今二弟被害，亲统大军报仇，未知修救如何？久闻仙翁通晓玄机，望起赐教。”李毅曰：“此乃天数，非老夫所知也。”先主再三求问，亦乃所画兵马器械40余张，画壁便2扯碎。又画一大人仰卧于地上，旁边一人掘土埋之，上写一大白字，遂稽首而去。先主不悦，谓臣曰：“此狂叟也，不足为信。”即以火焚之，便催军前进。张苞入奏曰：“吾班军马几至，小臣岂为先锋？”先主壮其志，即取先锋印赐张苞。苞方欲挂印，又一少年将愤然出曰：“留下印于我。”视之，乃关兴也。苞曰：“我已奉诏矣。”兴曰：“汝有何能，敢当此任？”苞曰：“我自幼习学武艺，剑无虚发。”先主曰：“朕正要官贤职武艺，以定优劣。”苞令军士于100步之外，立一面旗，旗上画一红星。苞拈弓取箭，连射3箭，皆中红星，众皆称善。关兴挽弓在手曰：“射中红星，何足为奇？”正言问，忽直头上一行雁过。兴指曰：“吾射这飞雁第3只。”一箭射去，那只雁应弦而落。文武官僚齐声喝彩。苞大怒，飞身上马，挺负所使丈8点钢矛，大叫曰：“你敢与我比试武艺否？”兴亦上马，绰家传大砍刀纵马而出曰：“偏你能使矛，吾岂不能使刀？”尔将方欲交锋，先主喝曰：“二子休得无礼！”兴、苞2人慌忙下马，各弃兵器，拜服请罪。先主曰：“朕自卓俊与卿等之父结异性之交，亲如骨肉。今汝2人亦是昆仲之分，正当同心协力，共报复仇。奈何自相争竞，失其大义？父丧未远而犹如此，况日后乎？”2人再拜服罪。先主问曰：“卿2人谁年长？”苞曰：“臣长关兴1岁。”先主即命兴拜苞为兄。2人就仗前折剑为誓，永相救护。先主下诏使吴班为先锋，令张苞、关兴护驾，水陆并进，传其双行，浩浩荡荡，杀奔吴国来。却说范江、张达将张飞首级，头献吴侯，细告前事。孙权听罢，收了2人，乃谓百官曰：“今刘玄德即了帝位，统精兵70余万，御驾亲征，其势甚急，大儒之奈何？”百官尽皆失色，面面相觑。诸葛瑾出曰：“某识君侯之路久矣，无可报效，愿舍残生，去见蜀主，以利害说之，使两国相和，共讨曹丕之罪。”权大喜，即遣诸葛瑾为使，来说先主罢兵。正是两国相争通使命，一言解难赖行人。未知诸葛瑾此去如何？且看下文分解。第82回，孙权将魏寿酒席，先主征吴赏6军。却说张武元年秋8月，先主起大军至夔关，驾屯白帝城。前队军马已至川口，
晋臣奉曰：吾使诸葛瑾至，先主传旨教休放入。黄权奏曰：景帝在蜀为乡，必有事而来，陛下何故决之？当召入，看他言语。可从则从，如不可，则就借笔口说与孙权，令之问罪有名也。先主从之，召景入城。景拜伏于地。先主问曰：子于远来有何事故？景曰：臣第久视陛下，臣故不必抚会，特来奏荆州之事。前者关公在荆州时，侯数次求亲，关公不允。后关公取襄阳，曹操屡次致书吴侯，使袭荆州。吴侯本不肯许，因吕蒙与关公不睦，故擅自兴兵，误成大事。今吴侯悔之不及，此乃吕蒙之罪，非吴侯之过也。今吕蒙已死，冤仇已息，孙夫人一向思归。今吴侯令臣为使，愿送归夫人，扶还将江，并将荆州仍旧交还，永结盟好，共灭曹丕，以正篡逆之罪。先主怒曰：汝东吴害了阵地，今日敢以巧言来说乎？景曰：臣请以轻重大小之事与陛下论之。陛下乃汉朝皇叔，今汉地已被曹丕篡夺，不思剿除，却为异姓之亲，而屈万乘之尊，是舍大义而救小义也。中原乃海内之地，两都皆大汉创业之方，陛下不取，而但争荆州，是弃重而取轻也。天下皆知陛下即位，必兴汉室，恢复山河。陛下之位不问，反欲伐吴，窃为陛下不取。先主大怒曰：杀吴地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欲朕罢兵，处死方休。不看丞相之面，先斩汝首。今且放汝回去，说与孙权，袭景救路。诸葛瑾见先主不听，只得自回江南。却说张昭见孙权曰：诸葛子瑜之蜀兵势大，故假以请使为辞，欲备吴入蜀。此去必不回矣。权曰：孤与子瑜有生死不义之盟，孤不负子瑜，子瑜亦不负孤。昔子瑜在柴桑时，孔明来吴，孤欲使子瑜留之。子瑜曰：弟己是玄德，亦无二心。弟之不留，有景之不往，其言足冠神明。今日岂肯降蜀乎？孤与子瑜可谓神交，非外言所得兼也。正言间，忽报诸葛瑾回。权曰：孤言若何？张昭满面羞惭而退。瑾见孙权，先主不肯通和之意。权大惊曰：若如此，则江南为矣。阶下一人进曰：某有一计，可解此围。视之，乃中大夫赵咨也。权曰：得度有何良策？咨曰：主公可作一表，某愿为使，往见魏帝曹丕，陈说利害，使袭汉中，则蜀兵自为矣。权曰：此计最善，但卿此去，修失了东吴气象。咨曰：若有些小差失，即投江而死，安有面目见江南人物乎？权大喜，即写表称臣，令赵咨为使。星夜到了许都，先见太尉贾诩等，并大小官僚。次日早朝，贾诩出班奏曰：东吴遣中大夫赵咨上表。曹丕笑曰：此欲退蜀兵故也。即令召入，咨拜伏于丹池。丕览表毕，遂问咨曰：吴侯乃何如主也？咨曰：聪明人智雄略之主也。丕笑曰：卿褒奖吾乃太甚。咨曰：臣非过誉也。吴侯纳鲁肃于反品，是其聪明也。拔吕蒙于行阵，是其明也；过于进而不害，是其仁也；取荆州兵不血刃，是其智也；据三江虎视天下，是其雄也；屈身于陛下，是其略也。以此论之，岂不为聪明人智雄略之主乎？丕又问曰：吴主颇之学乎？咨曰：吴主服将万骚，带甲100万，任贤使能，志存经略。少有余贤，博览书传，历官史籍，采其大旨，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。丕曰：朕欲伐吴，可乎？咨曰：大国有征伐之兵，小国有预备之策。丕曰：吾未乎？
资曰：带甲100万，将汉为持，何谓之有？丕曰：东吴如大夫者几人？资曰：聪明特达者8、90人，如臣之辈，车载斗量，不可胜数。丕叹曰：始于四方，不入君命，卿可以当之矣。于是即降诏，命太常卿行真击册封孙权为吴王，加9席。赵资谢恩出城，大夫刘烨谏曰：今孙权据蜀兵之势，故来请降。以臣愚见，蜀无交兵，乃天王之也。今若遣上将提数万之兵渡江袭之，蜀攻其外，魏攻其内，吴国之亡不出旬日。吴王则蜀孤矣。陛下何不早图之？丕曰：孙权既以礼服朕，朕若攻之，是举天下欲将者之心。吾若纳之为士。刘烨又曰：孙权虽有雄才，乃残汉骠骑将军南昌侯之职。冠卿则是为尚有为中原之心。若加以王位，则去陛下一阶耳。今陛下信其诈降，重其位号，以封职之，是于虎天一之。丕曰：不然，朕不助吴，亦不助蜀。待看吴、蜀交兵，若灭一国，只存一国，那时除之，有何难哉？朕意已决，卿勿复言。遂命太常卿行真同赵资捧直册席，进至东吴。却说孙权聚集百官，商议御蜀之策，忽报魏帝封主公为王，理当远接。顾雍谏曰：主公宜自称上将军九州国之位，不当受魏帝封爵。权曰：当日沛公受项羽之封，盖因时也。何故却之？遂律百官出城迎接。行真自是上国天使，入门不下车，张昭大怒，厉声曰：礼无不敬，法无不肃，而君敢自尊大，其以江南无方寸之任耶？行真慌忙下车，与孙权相见，并车入城。忽车后一人放声哭曰：吾等不能奋身舍命，为主并未吞蜀，乃令主公受人封爵，不亦入乎？众视之，乃徐盛也。行真闻之，叹曰：江东江乡如此，终非久在人下者也。却说孙权受了封爵，众文武官僚拜贺已毕，命收拾美玉明珠等物，遣人击尽谢恩。早有细作报说，蜀主引本国大兵，及蛮王沙摩柯番兵数万，又有洞悉汉江渡陆刘宁2支兵，水陆并进，声势震天。水陆军已出乌口，汉陆军已到秭归。时孙权虽登王位，乃魏主不肯接应，乃问文武曰：蜀兵势大，当复如何？众皆默然。权叹曰：周郎之后有鲁肃，鲁肃之后有吕蒙。今吕蒙已死，无人与孤分忧也。言未毕，忽班部众一少年将愤然而出，伏地奏曰：臣虽年幼，颇习兵书，愿起数万之兵，以破蜀兵。权视之，乃孙桓也。桓字属武，其父名和，本姓于氏，孙策爱之，赐姓孙。因此亦系吴王宗族。和生4子。桓居其长，弓马熟娴，常从吴王征讨，累立其功，官授5位都尉。时年25岁。权曰：汝有何策胜之？桓曰：臣有大将2员，一名李毅，一名谢金，具有万夫不当之勇。起数万之众，往擒刘备。权曰：直虽英勇，征奈年幼，必得一人相助，方可。虎威将军朱然出曰：臣愿与小将军同擒刘备。权许之，遂点水陆军5万，封孙桓为左都督，朱然为右都督，即日起兵。少马探的蜀兵已至宜都下寨，孙桓引2万5千军马屯于宜都界口，前后分作3营，以拒蜀兵。却说蜀将吴班领先锋之印，自出川以来，所到之处望风而降，兵不血刃，直到宜都。探知孙桓在彼下寨，飞奏先主。时先主已到秭归，闻奏怒曰：量此小儿，安敢与朕抗耶？关卿奏曰：既孙权令此子为将，不劳陛下遣大将，臣愿往擒之。先主曰：朕正欲观汝壮气，即命关兴前往。
兴拜辞欲行，张苞出曰：既关兴前去讨贼，臣愿同行。先主曰：二直同去甚妙，但须谨慎，不可造次。二人拜辞先主，会合先锋，一同进兵，列成阵势。孙桓听之，蜀兵大至，河寨多起。两阵对援，孙桓领李毅、谢金立马于门旗之下，见蜀营中涌出2员大将，皆银盔银铠，白马白旗。上手张苞挺杖8点钢矛，下手关兴横着大砍刀。苞大骂曰：孙桓庶子，死在临时，尚敢抗拒天兵乎？桓应骂曰：汝父已作无头之鬼，今汝又来讨死，好生不智。张苞大怒，挺枪直取孙桓。桓背后谢金奏马来迎，两将战30余合，金败走，苞乘胜赶来。李毅见谢金败了，慌忙拍马抡战金斧接战。张苞与战20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吴军中皮将谭雄见张苞英勇，李毅不能胜，却放一冷箭，正射中张苞所骑之马。那马腹痛奔回本阵，未到门旗边，扑地便倒，将张苞掀在地上。李毅即向前抡起大斧，望张苞脑袋便砍。忽一道红光闪处，李毅头早落地。原来关兴见张苞马回，正待接应，忽见张苞马倒，李毅赶来。兴大喝一声，劈李毅于马下，救了张苞，乘势掩杀。孙桓大败，各自鸣金收军。次日，孙桓又引军来，张苞、关兴齐出。关兴立马于阵前，单诺孙桓交锋。桓大怒，拍马挥刀，与关兴战30余合，气力不佳，大败回阵。二小将追杀入营，吴班引着张南、冯习驱兵掩杀。张苞奋勇当先，杀入吴军，正遇谢金被苞一矛刺死。吴军四散奔走，蜀将得胜收兵，只不见了关兴。张苞大惊曰：安国有失，无不独生。言讫，绰枪上马。寻不数里，只见关兴左手提刀，右手活匣一将。苞问曰：此是何人？兴笑答曰：吾在乱军中，正遇仇人，故生情来。苞视之，乃昨日放冷箭的谭雄也。苞大喜，同回本营，斩首立血，祭了死马，逐血表插人先主处报捷。孙桓折了李毅、谢金、谭雄等许多将士，力穷势孤，不能抵敌，即插人回吴求救。蜀将张南、冯习谓吴班曰：目今吴兵势败，正好趁虚劫寨。班曰：孙桓虽然折了许多将士，诛然水军，见今结营江上，未曾损折。今日若去劫寨，倘水军上岸，断我归路，如之奈何？南曰：此事至易，可教官、张二将军各引5000军伏于山谷中。如朱然来救，左右两军齐出夹攻，必然取胜。班曰：不如先使小卒诈作将兵，却将劫寨事告知朱然。然见火起，必来救应，却令伏兵击之，则大事既矣。冯习等大喜，遂依计而行。却说朱然听知孙桓损兵折将，正欲来救，忽伏路军引几个小卒上船投降。然问之，小卒曰：我等是冯习帐下士卒，因赏罚不明，特来投降，就报机密。然曰：所报何事？小卒曰：今晚冯习趁虚要劫孙将军营寨，约定举火为号。朱然听毕，即使人报之孙桓。报是人行至半途，被关兴杀了。朱然一面商议，欲引兵去救应孙桓。不将崔宇曰：小卒之言，未可深信，倘有疏虞，水陆二军尽皆休矣。将军只宜稳守水寨，某愿替将军一行。然从之，遂令崔宇引1万军前去。是夜冯习、张南、吴班分兵3路，直杀入孙桓寨中，四面火起。吴兵大乱，寻路奔走。且说崔宇正行之间，忽见火起，即催兵前进。方才转过山来，忽山谷鼓声大震。左边关兴，右边张苞，两路夹攻。崔宇大惊，方欲奔走，正遇张苞。
交马只一合，背包生擒而回。朱然听之为急，将船往下水退50-60里去了。孙桓引败军逃走，问部将曰：前去何处城兼两广？部将曰：此去正北夷陵城，可以屯兵。桓引败军即往夷陵而走。方进的城，吴班等追至，将城四面围定。万兴、张苞等解崔宇到子归来，先主大喜，就将崔宇斩却，大赏3军。自此威风震动，江南诸将无不胆寒。却说孙桓令人求救于吴王，吴王大惊，即召文武商议曰：今孙桓受困于夷陵，朱然大败于江中，蜀兵势大，如之奈何？张昭奏曰：今诸将虽多无故，然尚有10余人，何虑于刘备？可命韩当为正将，周泰为副将，潘璋为先锋，凌统为合后，甘宁为救应，起兵10万拒之。权依所奏，即命诸将速行。此时甘宁正患痢疾，带病从征。却说先主从巫峡见平起，直接夷陵界分70余里，连结40余寨。见关兴、张苞屡立大功，叹曰：昔日从政诸将，皆老迈无用矣。复有2职如此英雄，正何虑孙权乎？正言间，忽报韩当、周泰领兵到来。先主方欲遣将迎敌，进臣奏曰：老将黄忠引5-6人投东吴去了。先主笑曰：黄汉升非反叛之人也，因朕失口误言老者无用，彼必不服老，故奋力去相持矣。即召关兴、张苞曰：黄汉升此去必然有失，贤侄修辞劳苦，可去相助，略有为功，便可令回，勿使有失。2小将拜辞先生，引本部军来助黄忠。正是老臣素使中军志，年少能成报国功。未知黄忠此去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83回，战萧亭先主的仇人，守江口书生拜大将。却说张武2年春正月，武威后将军黄忠随先主伐吴。忽闻先主言老将无用，即提刀上马，引亲随5-6人进到夷陵营中。吴班与张南、冯习皆入，问曰：老将军此来有何事故？忠曰：吾自长沙跟天子到今，多负勤劳。今虽7旬有余，食肉10斤，必开20之功，能乘千里之马，未足为老。昨日主上言吾等老迈无用，故来此与东吴交锋，看吾斩将，老也不老。正言问，忽报吴兵前不几，哨马临营。忠愤然而起，出帐上马。冯习等劝曰：老将军且休清静。忠不听，纵马而去。吴班令冯习引兵助战。忠在吴军阵前，勒马横刀，单诺先锋潘璋交战。张引部将使击出马，击其中年老，挺枪出战，斗不3合，被忠一刀斩于马下。潘璋大怒，挥关公使的青龙刀来战黄忠，交马数合，不分胜负。忠奋力恶战，张料敌不过，拨马便走。忠乘节追杀，全胜而回。路逢关兴、张苞，兴曰：我等奉圣旨来助老将军，既已立了功，速请回营。忠不听。次日，潘璋又来诺战，黄忠愤然上马。兴、苞2人要助战，忠不从；吴班要助战，忠亦不从，只自引5000军出营。战不敷合，张脱刀便走。忠纵马追之，厉声大叫曰：贼将休走！吴今为关公报仇。追至30余里，四面喊声大震，伏兵齐出。右边周泰，左边韩当，前有潘璋，后有凌统，把黄忠困在该心。忽然狂风大起，忠急退时，山坡上马中引一军出一箭，射中黄忠肩窝，险些而落马。吴兵见忠中箭，一齐来攻。忽后面喊声大起，两路军杀来，吴兵溃散，救出黄忠乃关兴、张苞也。2小将保送黄忠进到御前营中。忠年老血衰，见疮痛裂，病甚沉重。
先主御驾自来看事，扶其备曰：令老将军中伤，朕之过也。中曰：臣乃一武夫耳，幸遇陛下。臣今年70有5，收益足矣。望陛下善保龙体，以图中原。言讫，不省人事，是夜允于御营。后人有诗叹曰：老将说黄忠，收川立大功。重披金锁甲，双挽铁胎弓。但其今河北，威名震蜀中。灵王头似雪，犹自显英雄。先主见黄忠气绝，哀伤不已，斥具棺椁，葬于成都。先主叹曰：五虎大将，已亡3人。朕尚不能复仇，深可痛哉！乃引御林军直至萧亭，大会诸将，分军8路，水陆俱进。水陆令黄权领兵，先主自律大军于汉路进发，时张武2年2月中旬也。韩当、周太听知先主御驾来征，引兵出营。两阵对员，韩当、周太出马，只见蜀营门齐楚，先主自出，黄罗镶金伞盖，左右白毛黄月金银金节，前后围绕。当大叫曰：陛下今为蜀主，何自轻出？倘有疏虞，悔之何及？先主遥指骂曰：汝等无狗，伤朕手足，是不与立于天地之间。当回顾众将曰：谁敢冲突蜀兵？故将下旬，挺枪出马。先主背后张苞挺丈8矛，纵马而出，大喝一声，直取下旬。寻见苞声若巨雷，心中惊惧。恰待要走，周太弟周平见荀抵敌不住，挥刀纵马而来。万幸见了，曰：马提刀来迎。张苞大喝一声，一矛刺中下旬，倒撞下马。周平大惊，措手不及，被关兴一刀斩了。二小将便取韩当、周太、韩、周2人，慌忙入阵。先主视之，叹曰：虎父无犬子也。用玉鞭一指，蜀兵一齐掩杀过去，吴兵大败。那8路兵捷如泉涌，杀得那吴军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却说甘宁正在船中养病，听知蜀兵大至，火急上马，正欲一彪蛮兵，人皆披发显足，皆使弓弩长枪，扛排刀斧。为首乃是藩王沙摩柯，生得面如逊血，闭眼突出，使2个铁棘藜骨朵，腰带2张弓，威风抖擞。甘宁见骑士大不敢交锋，拨马而走，被沙摩柯一箭射中头颅。宁带剑而走，到得父池口，坐于大树之下而死。树上群鸦数百，围绕其尸。吴王闻之，哀痛不已，据礼厚葬，立庙祭祀。后人有诗叹曰：吴郡甘兴霸，长江景万州。酬军众之己，报有化愁愁。结寨将轻骑，驱兵引巨欧。神鸦能显圣，香火永千秋。却说先主乘势追杀，遂得萧亭。吴兵四散逃走，先主收兵，只不见关兴。先主慌令张苞等四面跟寻。原来关兴杀入吴镇，正欲仇人潘璋奏马追之。张大惊，奔入山谷内，不知所往。兴寻思只在山里，往来寻觅不见。看天晚，迷踪失路。幸得星月有光，追至山僻之间，时已2更。到一庄上，下马叩门。一老者出问何人。兴曰：吴氏战将，迷路到此，求一饭充饥。老人引入，兴见堂内点着明烛，中堂会关公神像。兴大哭而拜。老人问曰：将军何故哭拜？兴曰：此无父也。老人闻言，即便下拜。兴曰：何故供养无父？老人答曰：此间皆是尊神地方，在生之日，家家侍奉，何况今日为神乎？老夫指望蜀兵早早报仇。今将军到，此百姓有福矣。遂置酒待之，谢安喂马。3更以后，忽门外又一人急呼。老人出而问之，乃吴将潘璋亦来投诉。恰入草堂，关兴见了，暗见大喝曰：反贼休走！张回身便出，忽门外一人，面如重枣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飘3缕美髯，绿袍金铠，暗箭而入。张
方见是关公显圣，大叫一声，神魂惊散。欲待转身，早被关兴手起剑落，斩于地上，取心力血，就关公神像前祭祀。兴得了父亲的青龙偃月刀，却将潘璋首级换于马项之下，辞了老人，就骑了潘璋的马，望本营而来。老人自将潘璋之尸拖出烧化。且说关兴行无数里，忽听得人喊马嘶，一彪军到来。为首一将，乃潘璋部将马忠也。忠见兴杀了主将潘璋，将首级换于马项之下。青龙刀又被兴得了，勃然大怒，纵马来取关兴。兴见马忠是害复仇人，气冲牛斗，举青龙刀往忠便砍。忠部下300军并力上前，一声喊起，将关兴围在该兴。兴立孤势围，忽见西北上一彪军杀来，乃是张苞。马忠见救兵到来，慌忙引军自退。关兴、张苞一同赶来，赶不数里，前面糜芳、傅士仁引兵来寻马忠。两军相合，混战一役。苞、兴二人兵少，慌忙撤退，回至萧亭，来见先主，献上首级，具言此事。先主惊异，赏犒3军。却说马忠回见韩当、周泰，收据败军，各分头把守。军士重伤者不计其数。马忠带傅士仁、糜芳于江渚屯扎。当夜3更，军士皆哭声不止。糜芳暗听之，有一伙言曰：我等皆是荆州之兵，被吕蒙诡计送了主公性命，今刘皇叔御驾亲征，东吴早免休矣。所恨者糜芳、傅士仁也。我等何不杀此2贼，去蜀营投降？功劳不小。又一伙军言曰：不要性急，等个空儿便就下手。糜芳听毕，大惊，遂与傅士仁商议曰：军心变动，我2人性命难保。今蜀主所恨者马忠耳，何不杀了他，将首级去献蜀主，告称我等不得已而降吴，今之御驾前来，特地一营请罪。人曰：不可，去必有祸。方曰：蜀主宽仁厚德。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，彼但念我国戚之情，必不肯加害。2人计较已定，先备了马。3更时分，入帐刺杀马忠，将首级割了，2人带数十骑，径投萧亭而来。俘虏军人，先引见张南、冯习，据说其事。次日，到御营中来见先主，献上马忠首级，忽告于前曰：臣等时无反心。被吕蒙诡计，称言关公已亡，转开城门，臣等不得已而降。今闻圣驾前来，特杀此贼，以雪陛下之恨，扶起陛下恕臣等之罪。先主大怒曰：朕自离成都许多时，你2个如何不来请罪？今见事为，故来巧言，欲全性命。朕若饶你至9泉之下，有何面目见关公乎？言讫，令关兴在御营中设关公领位。先主亲捧马忠首级，一前祭祀。又令关兴将糜芳、傅士仁剥去衣服，跪于灵前，亲自用刀剐之，以祭关公。忽张苞上帐哭拜于前曰：二伯父仇人皆以诛戮，臣负冤仇，何日可报？先主曰：贤侄勿忧，朕当萧平江南，杀尽吴狗、误擒2贼，与汝亲自海之，以祭汝父。苞泣谢而退。此时先主威声大振，江南之人尽皆胆裂，日夜嚎哭。韩当、周泰大惊，急奏吴王，据言糜芳、傅士仁杀了马忠，去归蜀地，亦被蜀地杀了。孙权心怯，遂据文武商议。布置奏曰：蜀主所恨者，乃吕蒙、潘璋、马忠、糜芳、傅士仁也。今此数人皆亡，独有范姜、张达2人，现在东吴。何不请此2人，并张飞首级，遣使送还，交与荆州，送归夫人，上表求和，再会前情，共图灭魏，则蜀兵自退矣。权从其言，遂据沉香木匣，圣主飞手绑扶范姜、张达，囚于坎车之内，令程秉为使，击国书，望萧亭而来。
却说先主欲发兵前进，忽近臣奏曰：东吴遣使送张车骑之首，并求范江、张达二贼至。先主两手加额曰：此天之所赐，亦由三帝之灵也。即令张褒设飞领位。先主见张飞手即在匣中，面不改色，放声大哭。张褒自杖利刀将范江、张达万剐凌迟，继父之灵。既毕，先主怒气不息，定要灭吴。马良奏曰：仇人进路，其恨可雪矣。吴大夫程秉道：此欲海荆州，送回夫人，永结盟好，共图灭魏，伏侯圣旨。先主怒曰：朕切齿仇人，乃孙权也。今若与之联合，是负二帝当日之盟矣。今先灭吴，次灭魏，便欲斩来使，以绝无情。多官苦告方免。程秉抱头鼠窜，回奏吴主曰：蜀不从讲和，是欲先灭东吴，然后伐魏。众臣苦谏不听，如之奈何？权大惊，举止失措，看则出班奏曰：见有擎天之助，如何不用耶？权即问何人，则曰：昔日东吴大事，权任周郎。后鲁子敬代之。子敬亡后，绝于吕子明。今子明虽丧，见有陆伯言在荆州。此人名虽如生，实有雄才大略，以臣论之。吾在周郎之下，前破关公，其谋皆出于伯言。主上若能用之，破蜀必矣。如或有失，臣愿与同罪。权曰：非得润之言，孤误大事。张昭曰：陆逊乃一书生耳，非刘备敌手，恐不可用。顾雍亦曰：陆逊年幼望轻，恐诸公不服。若不服，则生祸乱，必误大事。布置亦曰：逊才堪治郡耳，若托以大事，非其宜也。汉则大呼曰：若不用陆伯言，则东吴休矣。臣愿以全家保之。权曰：孤亦素知陆伯言乃其才也，孤亦已决，卿等勿言。于是命召陆逊。逊本名陆毅，后改名逊，字伯言，乃吴郡吴人也。汉城门校尉陆虞之孙，九江都尉陆俊之子。身长8尺，面如美玉。万领镇西将军。当下奉诏而至。参拜毕，权曰：今蜀兵临近，孤特命卿总督军马以破刘备。逊曰：江东文武，皆大王故旧之臣，臣年无才，安能治之？权曰：看得润以全家保卿，孤亦素之轻才。今拜卿为大都督，卿勿推辞。逊曰：倘文武不服，何如？权取所佩剑与之曰：如有不听号令者，先斩后奏。逊曰：何蒙重托，敢不拜命？但启大王于来日汇聚众官，然后赐臣。汉则曰：古之命将，必筑坛会众，赐白毛黄钺昂授兵符，然后威行令速。今大王宜遵此礼，择日筑坛，拜伯言为大都督，驾节钺，则众人自无不服矣。权从之，命人连夜筑坛完备，大会百官，请陆逊登坛拜为大都督，右护军镇西将军，晋封楼侯，赐以宝剑昂授，令掌6郡81州监金，处诸路军马。吴王主之曰：捆以内，孤主之；捆以外，将军治之。逊领命下坛，令徐盛、丁奉为护卫，即日出师。一面调诸路军马，水陆并进。文书到萧庭、韩当、周泰大惊，主上如何以一书生总兵耶？以及训至，众皆不服。逊声仗义士，众人勉强参贺。逊曰：主上命吾为大将，督军破蜀。君有常法，公等各宜遵守。违者枉法无轻，勿致后悔。众皆默然。周泰曰：目今安东将军孙桓，乃主上之职，见困于宜城中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请都督早施良策，救出孙桓，以安主上之心。逊曰：吾素知孙安东深的军心，必能坚守，不必救之。待吾破蜀后，彼自出矣。众皆暗笑而退。韩当谓周泰曰：命此孺子为将，东吴休矣。公见彼所行乎？
害曰：无聊以言视之，并无一计，安能破蜀也？次日，陆逊传下号令，叫诸将各处关防，牢守隘口，不许轻敌。众皆效其诺，不肯坚守。次日，陆逊升帐唤将曰：吾亲奉王命，总督诸军，佐以3令5申，令汝等各处坚守，拒不遵吾令，何也？韩当曰：吾自从孙将军平定江南，经数百战，其余诸将或从讨逆将军，或从当今大王，皆披坚执锐，出生入死之事。今主上命公为大都督，令退蜀兵，以早定计，调拨军马，分头征进，以图大事。乃指令坚守勿战，岂欲待天自杀贼耶？无非贪生怕死之人，奈何使吾等堕其锐气？于是帐下诸将皆应声而言曰：韩将军之言是也，吾等情愿决一死战。陆逊听毕，掣剑在手，厉声曰：仆虽一介书生，今盟主下托以重任者，已无有尺寸可取，能忍辱负重故也。汝等各以守隘口，牢把险要，不许妄动。如违令者皆斩。众皆愤愤而退。却说先主自萧亭部列军马，直至川口，接连700里，前后40营寨，昼则旌旗蔽日，夜则火光耀天。忽细作报说，东吴用陆逊为大都督，总制军马，训令诸将各守险要不出。先主问曰：陆逊何如人也？马良奏曰：逊虽东吴一书生，然年幼多才，深有谋略。前袭荆州，皆系此人之诡计。先主大怒曰：庶子诡谋，损朕二弟，今当擒之。便传令进兵。马良见曰：陆逊之才，不亚周郎，未可轻敌。先主曰：朕用兵劳矣，其反不如一黄口孺子耶？遂亲领前军，攻打诸楚京隘口。韩当见先主兵来，差人报之陆逊。逊恐韩当妄动，即飞马自来观看，正见韩当立马于山上，远望蜀兵漫片野而来，军中隐隐有黄罗盖伞。韩当接着陆逊，并马而观。方指曰：军中必有刘备，吾欲击之。逊曰：刘备举兵东下，连胜10余阵，锐气正盛。今只城高守险，不可轻出，出则不利。但以奖励将士，广布防御之策，以观其变。今彼驰骋于平原广野之间，正自得志。我坚守不出，彼求战不得，必宜屯于山林树木间。吾当以其计胜之。韩当口虽应诺，心中只是不服。先主使前队诺战，辱骂百端。训令塞尔休听，不许出营，亲自遍历诸关隘口，抚慰将士，皆令坚守。先主见吴军不出，心中焦躁。马良曰：陆逊深有谋略，今陛下远来攻战，自春立夏，彼之不出，欲待我军之变也，愿陛下察之。先主曰：彼有何谋？但却敌耳。向者数败，今安敢再出？先锋冯习奏曰：即今天气炎热，军屯于赤火之中，取水深为不便。先主遂命各营皆移于山林茂盛之地，尽息傍见。待过夏到秋，并力进兵。冯习遂奉旨，将诸寨皆移于林木阴密之处。马良奏曰：吴军若动，倘吴兵奏至，如之奈何？先主曰：朕今吴班引万余弱兵，进吴寨平地屯驻。朕亲选8000精兵，伏于山谷之中。若陆逊之阵移营，必乘势来袭，却令吴班诈败。逊若追来，朕引兵突出，断其归路，小子可擒矣。文武皆喝曰：陛下神机妙算，诸臣不及也。马良曰：近闻诸葛丞相在东川点看各处隘口，恐魏兵入寇。陛下何不将各营移居之地画成图本，问于丞相？先主曰：朕亦颇知兵法，何必又问丞相？良曰：古云：兼听则明，偏听则弊。望陛下察之。先主曰：卿可自去各营，画成4至8道图本，亲到东川去问丞相。如有不便，可即来报之。马良领命而去。
于是先主移兵于陵墓阴密处避暑。早有细作报之韩当、周泰二人听得此事，大喜，来见陆逊曰：目今蜀兵40余营，皆移于山林密处，依溪傍涧，就水歇粮。都可乘虚击之。正是蜀主有谋能设伏，吴兵豪勇定遭擒。未知陆逊可听其言否？且看下文分解。第84回，陆逊营烧700里，孔明巧布8阵图。却说韩当、周泰探知先主移营救粮，即来报之陆逊。逊大喜，遂引兵自来观看动静。只见平地一屯，不满万余人，大半皆是老弱之众，大书先锋吴班旗号。周泰曰：吾视此等兵辱而戏耳，愿同韩将军分2路击之。如其不生，甘当军令。陆逊看了良久，以鞭指曰：前面山谷中隐隐有杀气起，其下必有伏兵，故于平地设此弱兵，以诱我耳。诸公切不可出。众将听了，皆以为诺。次日，吴班引兵到关前搦战，耀武扬威，辱骂不绝。多有解衣卸甲，赤身裸体，或睡或坐。徐盛、丁奉入帐禀陆逊曰：蜀兵欺我太甚，某等愿出击之。逊笑曰：公等但是血气之勇，谓之孙无兵法，此彼诱敌之计也，3日后必见其诈矣。徐盛曰：3日后，彼夷营已定，安能及之乎？逊曰：吾正欲令彼夷营也。诸将审笑而退。过3日后，会诸将于关上观望，见吴班兵已退去。逊指曰：杀气起矣，刘备必从山谷中出也。言未毕，只见蜀兵皆全装冠束，涌先主而过。吴兵见了，尽皆胆裂。逊曰：吾之不听诸公及班者，正为此也。今伏兵已出，旬日之内必破蜀矣。诸将皆曰：破蜀当再出。今连营5、600里，相守今7、8月，其诸要害，皆已固守，安能破乎？逊曰：诸公不知兵法，备乃是之枭雄，更多智谋，其兵使急，法度精专。今守之久已，不得我便，兵疲一阻，取之正在今日。诸将方才叹服。后人有诗赞曰：虎杖谈兵按六韬，安排相耳调金鳌。3分自是多英俊，又显江南陆逊高。却说陆逊已定了破蜀之策，遂修兼遣使奏闻孙权，言指日可破蜀之意。权览毕，大喜曰：江东复有此一人，孤何忧哉？诸将皆上书言其诺，孤独不信。今观其言，果非诺也。于是大起吴兵来接应。却说先主于萧亭进驱水军，顺流而下，沿江屯扎水寨，深入无尽。黄权见曰：水军沿江而下，进则易，退则难。臣愿为前驱。陛下宜在后阵，数万无一失。先主曰：吴贼胆落，朕长驱大进，有何爱乎？众官苦见，先主不从，遂分兵2路，命黄权都江北之兵，以防魏寇。先主自都江南诸军，加将分立营寨，以图进取。细作探知，连夜报之魏主，言蜀兵伐吴，数山连营，纵横700余里，分40余屯，皆傍山林下寨。今黄权都兵在江北岸，每日出少100余里，不知何意。魏主闻之，仰面笑曰：刘备将败矣。群臣请问其故。魏主曰：刘玄德不晓兵法，岂有连营700里而可以拒敌者乎？包元袭险阻屯兵者，此兵法之大忌也。玄德必败于东吴陆逊之手，旬日之内，消息必至矣。群少臣犹未信，皆请拨兵备之。魏主曰：陆逊若胜，必进举东吴兵去取西川。吴兵远去，国中空虚，朕须托以兵助战。今3路一齐进兵，东吴唾手可取也。众皆拜服。魏主下令，使曹仁都一军出濡须，曹休都一军出洞口，曹真都一军出南郡，3路军马会合日期，暗袭东吴。
朕随后自来接应。调遣已定，不说卫兵习无。且说马良至川，入见孔明，呈上图本而言曰：今宜迎嘉江横战700里，下40余屯，皆依西傍涧，林木茂盛之处。主上令良将图本来与丞相观之。孔明看泣，拍案叫苦曰：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？可斩此人？马良曰：皆主上自为，非他人之谋。孔明叹曰：汉朝气数休矣。良问其故，孔明曰：包元袭险阻而结营，此兵家之大忌。倘彼用火攻，何以解救？又岂有连营700里而可拒敌乎？或不远矣。陆逊据守不出，正为此也。汝当速去见天子，改屯诸营，不可如此。良曰：倘今吴兵已胜，如之奈何？孔明曰：陆逊不敢来追，成都可保无虞。良曰：逊何故不追？孔明曰：恐卫兵袭其后也。主上若有失，当投白帝城避之。吾入川时，已伏下10万兵在于富浦矣。良大惊曰：某于富浦往来数次，未尝见一卒，丞相何作此诈语？孔明曰：后来必见，不劳多问。马良求了表彰，火速投御营来。孔明自回成都，调拨军马就应。却说陆逊见蜀兵懈怠，不复提防，升帐具大小将士听令曰：吾自受命以来，未尝出战。今观蜀兵足之动静，故欲先取江南岸一营。谁敢去取？言未毕，韩当、周泰、凌统等应声而出曰：某等愿往。训教皆退不用，不换阶下末将淳于丹曰：吾余入5000军，去取江南第4营，蜀将傅同所守。今晚就要成功，吾自提兵接应。淳于丹引兵去了，又唤徐盛、丁奉曰：汝等各领兵3000，屯于寨外5里。如淳于丹败回，有兵赶来，当初救之，却不可追去。二将自斗军去了。却说淳于丹于黄昏时分领兵前进，到蜀寨时已3更之后。丹令众军鼓噪而入，蜀营内傅同引兵杀出，挺枪直取淳于丹。但抵不住，拨马便回。忽喊声大震，一彪军拦住去路。为首大将赵荣，单夺路而走，折其大半。正走之间，山后一彪蛮兵拦住，为首翻江杀摩柯。单死战的脱，背后3路军赶来，比及离营5里，吴军徐盛、丁奉2人两下杀来，蜀兵退去，救了淳于丹回营。单带剑入见陆逊请罪。逊曰：非汝之过也，吾欲是敌人之虚人之虚实耳。破蜀之计，吾已定矣。徐盛、丁奉曰：蜀兵势大，难以破之，空自损兵折将耳。逊笑曰：吾这条计，但瞒不过诸葛亮耳。天幸此人不在，使我成大功也。遂集大小将士听令，使朱然于水陆进兵，来日神后东南风大作，用船装载茅草，依计而行。韩当引一军攻江北岸，周泰引一军攻江南岸。每人手执茅草1把，内藏硫磺焰硝，各带火种，各执枪刀，一起而上。但到蜀营，顺风举火，蜀兵40屯，只烧20屯，每间1屯烧1屯。各军欲带干粮，不许战退。昼夜追袭，只擒了刘备方止。众将听了军令，各受计而去。却说先主在御营寻思破吴之计，忽见帐前中军旗翻，无风自倒。乃问成机曰：此为何兆？机曰：今夜莫非吴兵来劫营？先主曰：昨夜杀尽，安敢再来？机曰：倘是陆逊是敌，奈何？正言间，人报山上远远望见吴兵进沿山望东去了。先主曰：此是疑兵。令众休动，令关兴、张苞各引500骑出巡。黄昏时分，关兴回奏曰：江北营中火起。先主即令关兴往江北，张苞往江南，探看虚实，倘吴兵到时，可即回报。二将领命去了。
初更时分，东南风骤起，只见玉营左屯火发，方欲救时，玉营右屯又火起，风紧火急，数目接着，喊声大震，两屯军马齐出，奔离玉营中。玉营军自相践踏，死者不知其数。后面吴兵杀到，又不知多少军马。先主急上马，奔逢袭营时，袭营中火光连天而起，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。冯习慌上马，引数十骑而走，正逢吴将徐盛军到，敌驻厮杀。先主见了，拨马投西便走。徐盛舍了冯习，引兵追来。先主正慌，前面一军拦住，乃是吴将丁奉。两下夹攻，先主大惊，四面无路。忽然喊声大震，一彪军杀入重围，乃是张苞救了先主，引御林军奔走。正行之间，前面一军又到，乃蜀将傅同也，合兵一处而行。背后吴兵追至，先主前到一山，名马鞍山。张苞、傅同请先主上的山时，山下喊声又起，陆逊大队人马将马鞍山围住。张苞、傅同死据山口。先主遥片野火光不绝，死尸重叠，塞江而下。次日，吴兵又似下放火烧山，军士乱窜，先主惊慌。忽然火光众，一将引数骑杀上山来，视之乃关兴也。兴伏地请曰：四下火光逼近，不可久停。陛下速奔白帝城，再收军马可也。先主曰：谁敢断后？傅同奏曰：臣愿以死当之。当日黄昏，关兴在前，张苞在中，留傅同断后，保着先主杀下山来。吴兵见先主奔走，皆要争功，各引大军遮天盖地往西追赶。先主令军士尽脱袍铠，赛道而焚，以断后军。正奔走间，喊声大震，吴将朱然引一军从江岸边杀来，截住去路。先主叫曰：朕死于此矣。关兴、张苞马冲突，被乱箭射回，各带重伤，不能杀出。背后喊声又起，陆逊引大军从山谷中杀来。先主正慌急之间，此时天色已为明，只见前面喊声震天，朱然军纷纷落箭，滚滚投岩，一彪军杀入，前来救驾。先主大喜，视之，乃常山赵子龙也。时赵云在川中江州，闻吴蜀交兵，遂引军出。忽见东南一带火光冲天，云心惊，远远探视，不想先主被困，云奋勇冲杀而来。陆逊闻是赵云，忽令军退。云正杀之间，忽遇朱然，便与交锋。顾一合一枪刺朱然于马下，杀散吴兵，救出先主，望白帝城而走。先主曰：朕虽得脱，诸将士将奈何？云曰：敌军在后，不可久迟。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，臣再引兵去救应诸将。此时先主仅存100余人入白帝城。后人有诗赞陆逊曰：持矛举火破连营，玄德穷奔白帝城。一旦威名今蜀魏，吴王宁不尽书生。却说傅同断后，被吴军八面围住。丁奉大叫曰：川兵死者无数，将者极多。汝主刘备已被擒获，今汝力穷势孤，何不早降？傅同斥曰：吾乃汉将，安肯降吾狗乎？挺枪纵马，率蜀军奋力死战，不下100余合，往来冲突，不能得脱。同长叹曰：吾今休矣。言讫，口中吐血，死于吴军之中。后人赞傅同诗曰：夷陵吴蜀大交兵，陆逊是谋用火焚。至死犹然骂吴狗，傅同不愧汉将军。蜀计9乘机，匹马奔至江边，招呼水军复敌，吴兵随后追来，水军四散奔逃。击部将叫曰：吴兵至矣。乘计9快走罢。击怒曰：吾自从主上出军，未尝负敌而逃。言未毕，吴兵奏至，四下无路，击拔剑自刎。后人有诗赞曰：慷慨蜀中乘计9，身留一剑达君王。临危不改平生志，博得声名万古香。
时吴班、张南久为夷陵城，忽逢袭道，言蜀兵败，遂引军来救先主。孙桓方才得脱。张、冯二将正行之间，前面吴兵杀来，背后孙桓从夷陵城杀出，两下夹攻。张南、冯习奋力冲突，不能得脱，死于乱军之中。后人有诗赞曰：冯习中无二，张南亦少双。沙场干战死，史册共流芳。吴班杀出重围，又遇吴兵追赶。幸得赵云接着救回白帝城去了。时有蛮王杀摩柯匹马奔走，正逢周泰战20余合，被泰所杀。蜀将渡路，刘宁尽皆降吴。蜀营一应粮草器仗，尺寸不存。蜀将穿兵，将者无数。时孙夫人在吴，闻萧亭兵败，讹传先主死于军中，遂驱车至江边，望西遥哭，投江而死。后人立庙江兵，号曰萧基祠。上论者作诗叹之曰：先主兵归白帝城，夫人闻难独捐生。至今江畔一碑在，游着千秋烈女名。却说陆逊大获全功，引得胜之兵往西追袭。前离夔关不远，逊在马上看见前面灵山傍江，一阵杀气，冲天而起，遂勒马回顾众将曰：前面必有埋伏，三军不可轻进。即倒退10余里，于地势空阔处排成阵势，以御敌军。即插哨马前去探视，回报并无军屯在此。逊不信，下马登山望之，杀气复起。逊再令人仔细探视，哨马回报前面并无一人依计。逊见日将西沈，杀气越加，心中犹豫，令心腹人再往探看。回报江边只有乱石8、90堆，并无人马。逊大疑，令着土人问之名。须臾，有数人到。逊问曰：何人将乱石作堆？如何乱石堆中有杀气冲起？土人曰：此处地名于富浦。诸葛亮入川之时，驱兵到此，取石排成阵势于沙滩之上。自此常常有气如云，从内而起。陆逊听罢，上马引数10骑来看石阵。立马于山坡之上，但见四面八方皆有门有户。逊笑曰：此乃惑人之术耳，有何异焉？遂引数骑下山坡来，直入石阵观看。不将曰：日暮矣，请都督早回。逊方欲出阵，忽然狂风大作，一霎时飞沙走石，遮天盖地。但见怪石嵯峨，潮崖四溅，横沙立土，重叠如山。江声浪涌，有如剑鼓之声。逊大惊，吴中诸葛之计也。急欲回时，无路可出。正惊疑间，忽见一老人立于马前，笑曰：将军欲出此阵乎？逊曰：愿长者引出。老人策杖徐徐而行，进出石阵，并无所碍，送至山坡之上。逊问曰：长者何人？老人答曰：老夫乃诸葛孔明之岳父黄承彦也。习小婿入川之时，于此布下石阵，名八阵图。反复八门，按遁甲休、生、伤、度、景、死、惊、开，每日每时变化无端，可比10万精兵。临去之时，曾吩咐老夫道：后有东吴大将迷于阵中，莫要引他出来。老夫是于山岩之上，见将军从死门而入，料想不是此阵，必为所迷。老夫平生好善，不忍将军献媚于此，故特自生门引出也。逊曰：公曾学此阵法否？黄承彦曰：变化无穷，不能学也。逊慌忙下马拜谢而回。后杜工部有诗曰：功盖3分国，名成8阵图。将流石不转，遗恨师吞吴。陆逊回寨叹曰：孔明真卧龙也，吾不能及。于是下令班师。左右曰：刘备兵败势穷，困守一城，正好乘势击之。今见石阵而退，何也？逊曰：吾非惧石阵而退，吾料魏主曹丕，其奸诈与父无异，今知吾追赶蜀兵，必乘虚来袭。吾若深入西川，急难退矣。遂令一将断后，逊率大军而回。
退兵未及2日，三楚人来飞报，魏兵曹仁出濡须，曹休出洞口，曹真出南郡，三路兵马数十万，星夜至境，谓之何意？训笑曰：不出吾之所料，吾已令兵拒之矣。正是雄心方欲吞西蜀，胜算还须御北朝。未知如何退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85回，刘先主遗诏托孤儿，诸葛亮安居平武路。却说张武2年夏6月，东吴陆逊大破蜀兵于萧亭夷陵之地。先主奔回白帝城，赵云引兵拒守。忽马良至，见大军已败，懊悔不及，将孔明之言奏之先主。先主叹曰：朕早听丞相之言，不至今日之败。今有何面目复回成都见群臣乎？遂传旨就白帝城驻扎，将管一改为永安宫。人报冯习、张南、傅同、程基、沙摩柯等皆没于王室，先主伤感不已。又近臣奏称，黄权引江北之兵将未去了，陛下可将彼家属送有司问罪。先主曰：黄权被吴兵隔断在江北岸，欲归吴路，不得已降位，是朕复权，非权复朕也。何必罪其家属？仍给路民以养之。却说黄权降位，诸将引见曹丕。丕曰：卿今降朕，欲追慕于臣，韩耶？权弃而奏曰：臣受蜀地之恩，殊遇甚厚，令臣督诸军于江北，被陆逊决断。臣归蜀无路，将无不可，故来投陛下。败军之将，免死为幸，安敢追慕于古人耶？丕大喜，遂拜黄权为镇南将军。权坚辞不受。忽近臣奏曰：有细作人自蜀中来，说蜀主将黄权家属尽皆诛戮。权曰：臣于蜀主，推诚相信，知臣本心，必不肯杀臣之家小也。丕然之。后人有诗责黄权曰：将无不可，却将曹忠义安能事两朝？勘叹黄权袭一死，子阳书法不轻饶。曹丕问贾诩曰：朕欲一统天下，先取蜀乎？先取吴乎？许曰：刘备雄才，更兼诸葛亮善能治国。东吴孙权能事虚实，陆逊见屯兵于险要隔江泛湖，皆难足谋。以臣观之，诸将之中，皆无孙权、刘备敌手。虽以陛下天威临之，亦未见万全之势也。只可持守，以待二国之变。丕曰：朕以遣3路大兵伐吴，安有不生之理？尚书刘烨曰：晋东吴陆逊，新破蜀兵70万，上下齐心，更有江湖之阻，不可足治。陆逊多谋，必有准备。丕曰：卿前劝朕伐吴，今又见阻，何也？烨曰：实有不同也。袭东吴累败于蜀，其势顿挫，故可及耳。今既获全胜，锐气百倍，未可攻也。丕曰：朕意已决，卿勿复言。遂引御林军亲往接应3路兵马。早有哨马报说东吴已有准备，令吕范引兵拒驻曹休，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驻曹真，朱桓引兵当驻濡须以拒曹仁。刘烨曰：既有准备，去恐无益。丕不从，引兵而去。却说吴将朱桓年方27岁，极有胆略，孙权甚爱之。时督军于濡须，闻曹仁引大军去取县西，桓遂进拨军守把县西去了，只留5000骑守城。忽报曹仁令大将长雕同诸葛虔、王双引5万精兵飞奔濡须城来，众军皆有惧色。桓按见而言曰：胜负在将，不在兵之多寡。兵法云：客兵备而主兵半者，主兵尚能胜于客兵。今曹仁千里跋涉，人马疲困，吴与汝等共据高城，南临大江，北背山险，以逸待劳，以主制客，以主制客，此乃百战百胜之势。虽曹丕自来，尚不足忧，况人等耶？于是传令，教众军偃旗息鼓，只作无人守把之状。且说魏将先锋长雕领精兵来取濡须城，遥望城上并无军马。
邀催军急进，离城不远，一声炮响，惊其骑数。朱桓横刀飞马而出，直取长雕。战不三合，被桓一刀斩长雕于马下。吴兵乘势冲杀一阵，魏兵大败，死者无数。朱桓大胜，得了无数精骑军器战马。曹仁领兵随后到来，却被吴兵从县西杀出。曹仁大败而退，回见魏主，细奏大败之事。披大惊。正义之间，忽探马报，曹真、夏侯尚为了南郡，被陆逊伏兵于内，诸葛瑾伏兵于外，内外夹攻，因此大败。言未毕，忽探马又报，曹休亦被吕范杀败。披听之三路兵败，乃喟然叹曰：朕不听贾诩、刘烨之言，国有此败。时值夏天，大疫流行，马步军时死6、7，遂引军回洛阳。吴、魏自此不和。却说先主在永安宫染病不起，渐渐沉重。至章武3年夏4月，先主之病入4支。右哭官张二弟，其病愈深，两目昏花，厌见侍从之人，乃斥退左右，又独卧于龙榻之上。忽然阴风奏起，将灯吹摇，灭而复明。只见城影之下2人侍立。先主怒曰：朕心绪不宁，教汝等且退，何故又来？视之不退。先主起而视之，上手乃云长，下手乃翼的也。先主大惊曰：二弟原来尚在。云长曰：臣等非人，乃是鬼也。上帝以臣2人平生不失信义，皆敕命为神。哥哥与兄弟聚会不远矣。先主扯定大哭。忽然惊觉二弟不见，即唤从人问之，时正3更。先主叹曰：朕不久于人世矣。遂遣使往成都，请丞相诸葛亮、尚书令李严等星夜来永安宫听受遗命。孔明等与先主次子鲁王刘永、梁王刘礼来永安宫见帝，刘太子刘禅守成都。且说孔明到永安宫，见先主病危，慌忙拜伏于龙榻之下。先主传旨，请孔明坐于龙榻之侧，抚其背曰：朕自得丞相，信成帝业。何其志士浅陋，不纳丞相之言，自取其败，悔恨成疾，死在旦夕。四子孱弱，不得不以大事相托，言讫，泪流满面。孔明亦涕泣曰：愿陛下善保龙体，以复天下之望。先主以目辨视，只见马良之弟马谡在傍，先主令且退。谡退出，先主谓孔明曰：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？孔明曰：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。先主曰：不然。朕观此人，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。丞相宜深察之。吩咐毕，传旨召诸臣入殿，取纸笔写了一诏，递于孔明而叹曰：朕不读书，粗知大略。圣人云：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，共扶汉室，不幸中道而别。凡丞相将诏付与太子禅，令勿以为常言。凡事更望丞相之。孔明等泣拜于地曰：愿陛下将袭龙体。臣等尽施犬马之劳，以报陛下之遇之恩也。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，一手眼泪，一手执其手，曰：朕今死矣。有心腹之言相告。孔明曰：有何圣谕？先主泣曰：君才10倍曹丕，必能安邦定国，终定大事。若四子可辅，则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为成都之主。孔明听毕，汗流遍体，手足失措，泣拜于地曰：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贞之节，继之以死乎？言讫，叩头流血。先主又请孔明坐于榻上，唤鲁王刘永、梁王刘礼近前，吩咐曰：尔等皆记朕言，朕亡之后，尔兄弟3人皆以复事丞相，不可怠慢。言罢，遂命2王同拜孔明。2王拜毕，孔明曰：臣虽肝脑涂地，安能报之遇之恩也？先主谓众官曰：朕已托孤于丞相，令4子以复事之。
卿等俱不可怠慢，以复正望。又主赵云曰：朕与卿于患难之中，相从到今，不想于此地分别。卿可想朕故交，早晚看去无子，勿负朕言。云泣拜曰：臣敢不效犬马之劳。先主又谓众官曰：卿等众官，朕不能一一分主，愿皆自爱。言毕，驾崩，寿63岁，时张武3年4月24日也。后杜公部有诗叹曰：蜀主亏无向三峡，崩年亦在永安宫。翠华响在空山外，玉殿虚无野市中。古庙山松潮水鹤，岁时扶蜡走村翁。武侯祠屋长临近，一体君臣祭祀同。先主驾崩，文武官僚无不哀伤，孔明率众官奉子公还成都。太子刘禅出城迎接灵柩，安于正殿之内。举哀行礼毕，开读遗诏。诏曰：朕出得急，但下吏耳。后转生杂病，殆不自记。朕闻人年50，不称夭寿。今朕60有余，死复何恨？但以汝兄弟为念耳。免之，免之。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为贤为德可以服人。汝父德薄，不足孝也。吴王之后，如与丞相从事，视之如父，勿待，勿忘。汝兄弟更求闻达治主，治主。群臣读诏已毕。孔明曰：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请立4君，以成汉统。乃立太子禅及皇帝侍卫，改元建兴。加诸葛亮为武乡侯，领益州牧。葬先主于惠陵，谥曰昭烈皇帝。尊皇后吴氏为皇太后，甘夫人为昭烈皇后，糜夫人亦追谥为皇后，升赏群臣，大好天下。早有魏军探知此事，报入中原。晋臣奏之魏主，曹丕大喜曰：刘备已亡，朕无忧矣。何不成其国中无主，起兵伐之？贾诩谏曰：刘备亡，必托孤于诸葛亮。亮感备知遇之恩，必倾心竭力扶持四主。陛下不可仓卒伐之。正言间，忽一人从班部中愤然而出曰：不成此时进兵，更待何时？众视之，乃司马懿也。丕大喜，遂问计于懿。懿曰：若执起中国之兵，极难取胜。须用5路大兵，四面夹攻，令诸葛亮首尾不能救应，然后可图。丕问何5路？懿曰：可修书一封，差使往辽东鲜卑国，王科比能，路以金帛，令起辽西羌兵10万，先从汉路取西平关，此一路也。在修书前，使机关告赏赐，直入南蛮见蛮王孟获，令起兵10万，攻打益州、永昌、臧歌、越郡4郡，以及西川之南，此2路也。在前使入吴修好，许以割地，令孙权起兵10万，攻两川家口，进取涪城，此3路也。又可遣使至将将孟达楚，起上拥兵10万，西攻汉中，此4路也。然后命大将军曹真为大都督，提兵10万，由京兆进出阳平关取西川，此5路也。共大兵50万，5路并进。诸葛亮便有吕望之才，安能当此乎？丕大喜，随即密遣能言关4员为使前去。又命曹真为大都督，领兵10万，进取阳平关。此时张辽等一班救将，皆封列侯，俱在冀、徐、清吉、合肥等处，据守关津隘口，故不复调用。却说蜀汉后主刘禅，自即位以来，旧臣多有病亡者，不能细说。凡一应朝廷、选法、钱粮、词颂等事，皆听诸葛丞相裁处。时后主未立皇后。孔明与群臣上言曰：故车骑将军张飞之女甚贤，年17岁，可纳为正宫皇后。后主即纳之。建兴元年秋8月，忽有边报说，魏调5路大兵来取西川，第1路曹真为大都督，起兵10万，取阳平关。第2路乃反将孟达，起上拥兵10万，犯汉中。
第三路乃东吴孙权，起精兵10万取峡口入川。第四路乃蛮王孟获，起蛮兵10万犯益州4郡。第五路乃藩王柯比能，起羌兵10万犯西平关此5路军马，甚是厉害。以先报之丞相，丞相不知为何数日不出仕事。后主听罢大惊，即插进士机旨，宣召孔明入朝。使命去了半日，回报丞相府下人言，丞相染病不出。后主转慌。次日，又命黄门侍郎董允建议大夫杜琼去丞相卧榻前告此大事。董、杜2人到丞相府前，皆不得入。杜琼曰：先帝托孤于丞相，今主上初登保卫，被曹丕5路兵犯境，军情至急，丞相何故推病不出？良久，门吏传丞相令，言病体稍可，明早出都堂议事。董、杜2人叹息而回。次日，多官又来丞相府前伺候，从早至晚又不见出，众官惶惶，只得散去。杜琼入奏后主曰：请陛下圣驾，亲往丞相府问计。后主即引多官入宫，启皇太后。太后大惊，曰：丞相何故如此？有负先帝委托之情也，我当自往。董允奏曰：娘娘未可亲往，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见，且待主上先往。如困怠慢，请娘娘于太庙中召丞相问之未迟。太后依奏。次日，后主车驾亲至相府，门吏见驾到，慌忙拜伏于地而迎。后主问曰：丞相在何处？门吏曰：不知在何处。只有丞相君旨，叫挡住百官，勿得折入。后主乃下车步行，独进第3仲门，见孔明独以竹杖在小池边观鱼。后主在后立久，乃徐徐而言曰：丞相安乐否？孔明回顾，见是后主，慌忙弃杖，拜伏于地曰：臣该万死。后主扶起，问曰：今曹丕分兵5路，犯境甚急，相父缘何不肯出府事事？孔明大笑，扶后主入内室坐定，奏曰：5路兵至，臣安得不知？臣非关羽，有所思也。后主曰：如之奈何？孔明曰：羌王柯比能，蛮王孟获，反将孟达、魏将曹真，此4路兵，臣已皆退去了也。只有孙权这1路兵，臣已有退兵之计，但须亦能言之人为使。因为得其人，故熟思之。陛下何必忧乎？后主听罢，又惊又喜，曰：相复国有鬼神不测之机也。愿闻退兵之策。孔明曰：先帝以陛下付托与臣，臣安敢旦夕怠慢？成都众官皆不晓兵法之妙，贵在使人不测，岂可泄露于人？老臣先知西藩国王柯比能引兵犯西平关，臣料马超击阻西川人士，素得羌人之心，羌人以超为神威大将军。臣以先遣1人，星夜持袭，令马超谨守西平关，伏4路骑兵，每日交换，以兵拒之，此1路不必忧矣。又南蛮孟获兵犯4少，臣亦非袭遣魏延领一军左出右入，右出左入，为疑兵之计。蛮兵为勇力，其心多疑，若见疑兵，必不敢进，此1路又不足忧矣。又知孟达引兵出汉中，孟达与李严曾结生死之交。臣回成都时，留李严守永安宫，臣已作一书，只作李严亲笔，令人送与孟达。达必然推病不出，以慢军心，此1路又不足忧矣。又知曹真引兵犯阳平关，此地险峻，可以保守，臣已调赵云引一军守把关隘，并不出战。曹真若见我军不出，不久自退矣。此4路兵具不足忧，臣上恐不能全保，又密调关兴、张苞2将各引兵3万，屯于紧要之处，为各路救应。此数处调遣之事，皆不曾经由成都，故无人知觉。只有东吴这1路兵未必变动，如见4路兵胜，川中为急，
必来相攻。若四路不济，安肯动乎？臣料孙权想曹丕三路亲吴之愿，必不肯从其言。虽然如此，须用一舌辩之势，进往东吴，以利害说之，则先退东吴。其四路之兵，何足忧乎？但为的说吴之人，臣故踌躇。何劳陛下圣驾来临？后主曰：太后意欲来见相父。今正闻相父之言，如梦初觉，复何忧哉？孔明与后主共饮数杯，送后主出府。众官皆环立于门外，见后主面有喜色。后主别了孔明，上御车回朝。众皆疑惑不定。孔明见众官中一人仰天而笑，面亦有喜色。孔明视之，乃一阳兴野人，姓邓，名之，字伯苗，现为户部尚书。汉司马邓禹之后。孔明暗令人留住邓之，多官皆散。孔明请之到书院中，问之曰：今蜀、魏、吴鼎分三国，欲讨二国一统中兴，当先伐何国？之曰：以于议论之，魏虽汉贼，其势甚大，急难摇动，当徐徐缓图。今主上初登宝位，民心未安，当与东吴联合结为唇齿，一洗先帝旧怨，此乃长久之计也。魏沈丞相君意若何？孔明大笑曰：吾思之久矣，奈未得其人，今日方得也。之曰：丞相欲其人何为？孔明曰：吾欲使人往结东吴。公既能明此意，必能不入君命。使吾之任，非公不可。之曰：余才智浅，恐不堪当此重任。孔明曰：吾来日奏之天子，便请伯苗一行，切勿推辞。之应允而退。至次日，孔明奏准后主差邓之往说东吴。之拜辞，望东吴而来。正是吴人方见干戈袭，蜀使还将欲博通。未知邓之此去若何？且看下文分解。第86回，南张温情逆骋天变，破曹丕徐盛用火攻。却说东吴陆逊自退魏兵之后，吴王拜逊为辅国将军江陵侯，领荆州牧。自此军权皆归于逊。张昭、顾雍启奏吴王，请自改元。权从之，遂改为黄武元年。忽报魏竹遣使至，权召入。使命陈说，属遣使人求于魏，魏一时不明，故发兵应之。今已大毁，欲起四路兵取川，东吴可来接应。若得蜀土，各分一半。权闻言，不能决，乃问于张昭、顾雍等。昭曰：陆伯言极有高见，可问之。权即召陆逊至。逊至，奏曰：曹丕坐镇中原，即不可图。今若不从，必为仇矣。臣料魏与吴皆无诸葛亮之敌手，今且勉强应允，整军预备，只探听四路如何。若四路兵胜，川中为急，诸葛亮首尾不能救，主上则发兵以应之，先取成都，此为上策。如四路兵败，别作商议。权从之，乃谓魏使曰：军需未办，择日便当启程。使者拜辞而去。权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关，见了马超，不战自退。南蛮孟获起兵攻四郡，皆被魏延用疑兵计杀退回洞去了。上庸孟达兵至半路，忽然染病不能行。曹真兵出阳平关，赵子龙拒驻各处险道，果然一将守关，万夫莫开。曹真屯兵于斜谷道，不能取胜而回。孙权知了此信，乃谓文武曰：陆伯言真神算也。孤若妄动，又结怨于西蜀矣。忽报西蜀遣邓之道。张昭曰：此又是诸葛亮退兵之计，遣邓之为说客也。权曰：当何以答之？昭曰：先于殿前立一大鼎盛，煮油数百斤，下用炭烧。待其油沸，可选身长面大武士1000人，各执刀在手，从宫门前直排至殿上，却唤之入见。休等此人开言下说辞，则以立时其说其故事，笑此力烹之，看其人如何对答。
权从其言，遂立有鼎，命武士立于左右，各执军器，照邓之入。之整衣冠而入，行至宫门前，只见两行武士，威风凛凛，各持钢刀、大斧、长剑、短戟，直列至殿前。知晓其意，并无惧色，昂然而行。至殿前，又见鼎或内热犹正沸，左右武士以目视之，之但微微而笑。近臣引至帘前，邓之长衣不拜。权令卷起珠帘，大喝曰：“何不拜？”之昂然而答曰：“上国天使，不拜小邦之主。”权大怒曰：“汝不自料，欲掉3寸之舌，笑厉声说起乎？可速入有鼎。”之大笑曰：“人皆言东吴多贤，谁想惧亦如生？”权转怒曰：“孤何惧尔一匹夫耶？”之曰：“既不惧邓伯苗，何愁来说汝等也？”权曰：“尔欲为诸葛亮作说客，来说孤爵为相属，是否？”之曰：“吾乃属众议如生，特为吴国利害而来。乃设兵陈鼎，以局一使，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？”权闻言惶愧，即斥退武士，命之上殿，赐座而问曰：“吾未知利害若何？愿先生教我。”之曰：“大王欲与蜀讲和，还是欲与魏讲和？”权曰：“孤正欲与蜀主讲和，但恐蜀主年轻事浅，不能全使权中耳。”之曰：“大王乃命世之英豪，诸葛亮亦一时之俊杰。蜀有山川之险，吴有3江之固，若2国联合，共为唇齿，进则可以兼吞天下，退则可以鼎足而立。今大王若委质称臣于魏，未必望大王朝觐，求太子以为内侍。如其不从，则兴兵来攻，蜀亦顺流而进取，如此则江南之地不复为大王有矣。若大王以于言为不然，于将就死于大王之前，以绝说客之名也。”言讫，撩衣下殿，望有鼎中便跳。权即命止之，请入后殿，以上宾之礼相待。权曰：“先生之言，正合孤意。孤今欲与蜀主联合，先生肯为我介绍乎？”之曰：“是欲烹小臣者，乃大王也；今欲食小臣者，亦大王也。大王犹自狐疑未定，安能取信于人？”权曰：“孤意已决，先生勿疑。”于是吴王留住邓之，极多官问曰：“孤掌江南81州，更有荆楚之地，反不如西蜀偏僻之楚也。蜀有邓之，不入其主。吴并无一人入蜀，以达孤意。”忽一人出班奏曰：“臣愿为使。”众视之，乃吴郡吴人，姓张，名温，字惠树，现为中郎将。权曰：“孔卿到蜀见诸葛亮，不能达孤之情。”温曰：“孔明一人耳，臣何谓比哉？”权大喜，重赏张温，使同邓之入川通好。却说孔明自邓之去后，奏后主曰：“邓之此去，其事必成。吴地多贤，定有人来答礼。陛下当礼貌之，令彼回吴，以通盟好。吴若通和，未必不敢加兵于蜀矣。吴魏宁静，臣当征南，平定蛮方，然后图魏。魏消则东吴亦不能久存，可以复一统之基业也。”后主然之。忽报东吴遣张温与邓之入川打礼，后主具文武于丹池，令邓之、张温入。温自以为得志，昂然上殿，见后主失礼。后主赐锦墩，坐于殿左，设御宴待之。后主但尽礼而已。宴罢，百官送张温到馆舍。次日，孔明设宴相待。孔明谓张温曰：“先帝在日，与吾不睦，今以宴驾。当今主上，深慕吴王，欲捐旧愤，永结盟好，并力破魏。望大夫善言回奏。”张温领默。酒至半酣，张温喜笑自若，颇有傲慢之意。次日，后主将金伯赐与张温设宴于城南游亭之上，命众官相送。孔明殷勤劝酒，正饮酒间，忽一人乘醉而入，昂然长衣，入席就坐。温怪之，乃问孔明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
孔明答曰：性情，明密自子左来右立，因同事，现为益州学士。温笑曰：名称学士，未知胸中曾学士否？密正色而言曰：蜀众3尺小童，上皆就学，何况于我？温曰：且说公何所学？密对曰：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三教九流，诸子百家，无所不通。古今新废，圣贤经传，无所不览。温笑曰：公既出大言，请即以天为问。天有头乎？密曰：有头。温曰：头在何方？密曰：在西方。诗云：乃卷西顾，以此推之，头在西方也。温又问：天有耳乎？密答曰：天处高而听卑。诗云：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。无耳何能听？温又问：天有足乎？密曰：有足。诗云：天不艰难，无足何能步？温又问：天有性乎？密曰：岂得无性？温曰：何性？密答曰：性流。温曰：何以知之？密曰：天子性流，以故知之。温又问曰：日生于东乎？密对曰：虽生于东，而没于西。此时秦密语言清朗，答问如流，满座皆惊。张温无语。密乃问曰：先生东吴名士，既以天事下问，必能申明天之理。其混沌既分，阴阳剖判。轻者上浮而为天，重浊者下凝而为地。至共公室战败，头触不周山，天柱者地为缺。天倾西北，地陷东南。天既轻而上浮，何以倾其西北乎？又谓之轻之外，还有何物？愿先生教我。张温无言可对，乃避席而谢曰：不亦蜀中多出俊杰。下文讲论，使蒲盾开序赛。孔明恐温羞愧，故以善言解之曰：席间问难，皆戏谈耳。足下深知安邦定国之道，何在唇齿之戏哉？温拜谢。孔明又令邓芝入吴打礼，就与张温同行。张、邓二人拜辞孔明，望东吴而来。却说吴王见张温入蜀未还，乃具文武商议。忽近臣奏曰：蜀遣邓芝同张温入国打礼。权召入，张温拜于殿前，被称后主。孔明知得愿求勇结盟好，特遣邓尚书又来打礼。权大喜，乃设宴待之。权问邓芝曰：若吴、蜀二国同心灭魏，得天下太平，二主分治，岂不乐乎？芝答曰：天无二日，民无二往。如灭魏之后，魏是天命所归何人？但为君者各修其德，为臣者各尽其忠，则战争方息耳。权大笑曰：君之诚款，乃如是焉。遂后赠邓芝海蜀。自此吴、蜀通好。却说魏国细作人探知此事，火速报入中原。魏主曹丕听之，大怒曰：吴、蜀联合，必有图中原之意也。吾若朕先伐之。于是大集文武，商议起兵伐吴。此时大司马曹仁、太尉贾诩已亡。侍中辛毗出颁奏曰：中原之地，土阔民稀，而欲用兵，未见其利。今日之计，莫若养兵屯田10年，足10足兵，然后用之，则吴、蜀方可破也。丕怒曰：此迂儒之论也。今吴、蜀联合，早晚必来侵晋，何暇等待10年？即传旨起兵伐吴。司马懿奏曰：吴有长江之险，非船莫渡。陛下必御驾亲征，可选大小战船，从蔡郢而入淮，取寿春，至广陵，渡江口，进取南徐，此为上策。丕从之。于是日夜并攻，造龙舟10只，长20余丈，可容2000余人，收拾战船3000余只。魏皇初5年秋8月，汇聚大小将士，令曹真为前部，张辽、张台、文聘、徐晃等为大将先行，许褚、吕虔为中军护卫，曹休为合后，刘烨、蒋济为参谋。
前后水陆军马30余万，克日起兵。封司马懿为尚书仆射，留在许昌。凡国政大事，并皆听议决断。不说魏兵启程，却说东吴细作探知此事，报入吴国。晋臣荒奏吴王曰：今魏王曹丕亲自乘驾龙舟，提水陆大军30余万，从蔡郢出淮，必取广陵，渡江来下江南，甚为利害。孙权大惊，即聚众文武商议。毋庸曰：今主上计与西蜀联合，可修书与诸葛孔明，令起兵出汉中，以分其势。一面遣一大将屯兵南徐，以拒之。权曰：非陆伯言不可当此重任。雍曰：陆伯言镇守荆州，不可轻动。权曰：孤非不知，奈眼前无替力之人。言未尽，一人从班部内应声而出曰：臣虽不才，愿统一军以当卫兵。若曹丕亲渡大江，臣必生擒，以献殿下。若不渡江，亦杀卫兵大半，令卫兵不敢正视东吴。权视之，乃徐盛也。权大喜曰：如得亲守江南一带，孤何忧哉？遂封徐盛为安东将军，总镇都督建业、南徐军马。盛谢恩，领命而退。即传令教众官军多置器械，多设旌旗，以为守护江岸之计。忽一人挺身出曰：今日大王以重任委托将军，欲破魏兵以擒曹丕，将军何不早发军马渡江，于淮南之地迎敌？直待曹丕兵至，恐无及矣。盛视之，乃吴王侄孙韶也。韶字公礼，官授扬威将军，曾在广陵守御。年幼负气，极有胆勇。盛曰：曹丕势大，更有名将为先锋，不可渡江迎敌。待彼船皆集于北岸，吾自有计破之。韶曰：吾手下自有3000军马，更兼深知广陵路事，无愿自去江北，与曹丕决一死战。如不生，甘当军令。盛不从，韶坚持要去。盛只是不肯，韶再三要行。盛怒曰：汝如此不听号令，吾安能治诸江乎？是武士推出斩之。高扶守勇孙韶出辕门之外，立起造旗。韶不将飞报孙权。权听之，即上马来救。武士恰待行刑，孙权早到，喝散刀扶手，救了孙韶。韶哭奏曰：臣往年在广陵，深知地理，吾就哪里与曹丕厮杀，直待他下了长江，东吴指日休矣。权进入营来，徐盛迎接入帐，奏曰：大王命臣为都督，提兵拒魏。今扬威将军孙韶不遵军法，违令当斩，大王何故赦之？权曰：韶以血气之状，误犯军法，万希宽恕。盛曰：法非臣所立，亦非大王所立，乃国家之典刑也。若以轻而免之，何以令重乎？权曰：韶犯法，本应任将军处置。尔此子虽本性于世，然姑兄甚爱之，赐姓孙。余姑婆有劳机，今若杀之，父兄亦矣。盛曰：且看大王之面，记下死罪。权令孙韶拜谢。韶不肯拜，厉声而言曰：据吾之见，只是引军破曹丕，便死也不服你的见识。徐盛变色，权斥退孙韶，谓徐盛曰：便无此子，何损于吾？今后勿再用之。言讫自回。是夜人报徐盛，说孙韶引本部3000精兵，前地过江去了。盛恐有失，于吴王面上不好看，乃唤丁奉授以秘计，引3000兵渡江接应。却说魏王驾龙舟至广陵，前部曹真已领兵列于大江之岸。曹丕问曰：江岸有多少兵？真曰：隔岸远望，并不见一人，亦无旌旗营寨。丕曰：此必诡计也。朕自往观其虚实。于是大开江道，放龙舟直至大江，泊于江岸。船上见龙凤日月五色旌旗，鸾仪簇拥，光耀射目。曹丕端坐舟中，遥望江南，不见一人，回顾刘烨讲计曰：可渡江否？烨曰：兵法时时虚虚。
比见大军至，如何不做整备？陛下未可造次，且待3-5日，看其动静，然后发先锋度将以探之。批曰：卿言正合朕意。是日天晚，宿于江中。当夜月黑，军士皆执灯火，明耀天地，恰如白昼。遥望江南，并不见半点火光。批问左右曰：此何故也？近臣奏曰：想闻陛下天兵来到，故望风逃窜耳。批暗笑。及至天晓，大雾弥漫，对面不见。须臾风起，雾散云收，望见江南一带皆是连城。城楼上枪刀耀日，变成尽插旌旗号带。请客数次人来报，南徐沿江一带，直至石头城，一连数百里，城郭舟车连绵不绝，一夜成就。曹丕大惊，原来徐盛树扶芦苇为人，尽穿青衣，执旌旗，立于驾城仪楼之上。卫兵见城上许多人马，如何不胆寒？丕叹曰：魏虽有武士千群，无所用之。江南人物，未可图也。正惊讶间，忽然狂风大作，白浪滔天，江水溅湿龙袍，大船将覆。曹真慌令文聘称小舟急来救驾，龙舟上人站立不住，文聘跳上龙舟，复批下的小舟奔入河港。忽流星马报道，赵云引兵出阳平关，进取长安。丕听得大惊失色，便叫收军。众军各自奔走，背后无兵追至。丕传旨叫尽弃御用之物而走。龙舟将刺入怀，忽然鼓角齐鸣，喊声大震，似协里一彪军杀到。为首大将乃孙绍也。魏兵不能抵挡，折其大半，掩死者无数。诸将奋力救出魏主。魏主渡淮河，行不30里，淮河中一带芦苇、玉冠鱼油尽皆火着。顺风而下，风势甚急，火焰漫空，截住龙舟。丕大惊，急下小船。傍岸时，龙舟上早已火着。丕慌忙上马，岸上一彪军杀来，为首大将乃丁奉也。张辽急拍马来迎，被奉一箭射中其腰，却得徐晃救了，同保魏主而走。折军无数，背后孙绍、丁奉夺得马匹、车仗、船只、器械不计其数。魏兵大败而回。吴将徐盛全获大功，吴王众加赏赐。张辽回到许昌，见疮迸裂而亡。曹丕厚葬之，不在话下。却说赵云调兵杀出阳平关之次，忽报丞相有文书到，说益州骑帅雍凯结连蛮王孟获，起10万蛮兵侵略4郡。因此宣云回车，令马超坚守阳平关。丞相欲自南征，赵云乃即收兵而回。此时孔明在成都整饬军马，亲自南征。正是方见东吴敌北魏，又看西蜀战南蛮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87回，征南寇丞相大兴师，抗天兵蛮王出受职。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，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。两川之民，心乐太平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又幸连年大熟，老幼谷复讴歌，凡欲差役，争先早办，因此军需器械应用之饷无不完备。米满仓廒，财盈府库。建兴3年，益州飞报，蛮王孟获大起蛮兵10万，犯境侵略。建宁太守雍凯乃汉朝十方侯雍齿之后，今结连孟获造反。臧歌郡太守朱褒、越卷郡太守高定2人献了城，只有永昌郡太守王抗不肯反。现今雍凯、朱褒、高定3人部下人马，皆与孟获为乡岛官，攻打永昌郡。赖王抗与公曹吕凯汇集百姓，死守此城，其势甚急。孔明乃入朝奏后主曰：臣观南蛮不服，实国家之大患也。臣当自领大军前去征讨。后主曰：东有孙权，北有曹丕，今相负弃阵而去，倘无未来功，如之奈何？孔明日东吴方与我国讲和，料无一心。
若有一心，李严在白帝城，此人可当陆逊也。曹丕新败，锐气已丧，未能远图。且有马超守把汉中诸楚关口，不必忧也。臣又留关兴、张苞等分两军为救应，保陛下万无一失。今臣先去扫荡蛮方，然后北伐，以图中原，报先帝三顾之恩，托孤之重。后主曰：朕年幼无知，唯相父斟酌行之。言未必颁布内一人出曰不可。不可。众视之，乃南阳人也，姓王，名廉，字文仪。见为谏议大夫。廉谏曰：南方不毛之地，仗义之乡。丞相秉均衡之重任，而自远征，非所宜也。且雍凯等乃借险之极，丞相只需遣一大将讨之，必然成功。孔明曰：南蛮之地，离国甚远，人多不习王化，收服甚难，吾当亲往征之。可刚可柔，别有斟酌，非可容易托人。王连再三苦劝，孔明不从。是日，孔明辞了后主，令蒋琬为参军，费辉为长史，董厥、樊建二人为院使，赵云、魏延为大将，总督军马，王平、张翼为副将，并川江数十员，共起川兵50万，前往益州进发。忽有关公第三子关索若军来见孔明曰：自荆州失陷，逃难在鲍家庄养病，唯要赴川见先帝报仇，疮痕为何不能起行？今已安全，打探的东吴仇人已接诸路，近来西川见地，恰在途中遇见征南之兵，特来投见。孔明闻之，皆讶不已，面遣人申报朝廷，就令关索为前部先锋，一同征南。大队人马各一队伍而行，饥餐可饮，夜住小行，所经之处，秋过无犯。却说雍凯听知孔明自统大军而来，即与高定、朱褒商议，分兵三路，高定取中路，雍凯在左，朱褒在右，三路各引兵5-6万迎敌。于是高定令鄂换为前部先锋，换身长9尺，面貌丑恶，使一只方天戟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领本部兵离了大寨来迎蜀兵。却说孔明统大军已到益州界分，前部先锋魏延、副将张翼、王平才入界口，正遇鄂换军马。两阵对员，魏延出马大骂曰：反贼早早受降。鄂换拍马与魏延交锋，战不数合，延诈败走，换随后赶来，走不数里，喊声大震。张翼、王平两路军杀来，绝其后路。延复回，三员将并力拒战，生擒鄂换，解到大寨，入见孔明。孔明令去其服，以酒食待之，问曰：汝是何人部将？换曰：某是高定部将。孔明曰：吾知高定乃忠义之士，今为雍凯所获，以致如此。吾今放汝回去，令高太守早早归降，免遭大祸。鄂换拜谢而去，回见高定，说孔明之德，定亦感激不已。赐曰：雍凯至寨。礼毕，凯曰：如何得鄂换回也？定曰：诸葛亮以义放之。凯曰：此乃诸葛亮反间计，欲令我两人不和，故失此谋也。定半信半疑，心中犹豫。忽报蜀将诺战，凯自引3万兵出营。战不数合，凯拨马便走，魏延率兵追杀20余里。次日，雍凯又起兵来迎，孔明一连3日不出。至第4日，雍凯、高定分兵两路来取蜀寨。却说孔明令魏延两路伺候，果然雍凯、高定两路兵来，被伏兵杀伤大半，生擒者无数，都解到大寨来。雍凯的人囚在一边，高定的人囚在一边，却令军士称说，但是高定的人免死，雍凯的人尽杀。众军皆闻此言。少时，孔明令取雍凯的人到帐前，问曰：汝等皆是何人不从？众谓曰：高定部下人也。孔明教皆免其死，于酒食赏劳，令人送出界首，纵放回寨。
孔明又唤高定的人问之，众皆告曰：吾等时是高定部下军士。孔明一皆免其死，赐以酒食。却扬言曰：雍凯今日使人投降，要献汝主并诸包首及以为功劳，吾甚不忍。汝等既是高定部下军，吾放汝等回去，再不可备反。若在秦来，绝不轻恕。众皆拜谢而去。回到本寨，入见高定，说知此事。定乃密遣人去雍凯寨中探听，却有一半放回的人言说孔明之的。因此雍凯部军多有归顺高定之心。虽然如此，高定心中不稳，又令一人来孔明寨中探听虚实。被俘虏军捉来见孔明。孔明故意认作雍凯的人，唤入帐中问曰：汝元帅既约下献高定、朱褒二人首级，因何误了日期？汝这丝不精细，如何做得细作？军士含糊答应。孔明以酒食赐之，修密书一封，复军士曰：汝持此书付雍凯，叫他早早下手，休得误事。细作拜谢而去，回见高定，呈上孔明之书，说雍凯如此如此。定看书毕，大怒曰：吾以真心待之，彼反欲害吾，情理难容。便唤恶患商议。唤曰：孔明乃人人，备之不详。我等谋反作恶，皆雍凯之故，不如杀凯以投孔明。定曰：如何下手？唤曰：可设一席，令人去请雍凯。彼若无一心，必坦然而来；若其不来，必有一心。我主可攻其前，某伏于寨后小路后之，凯可擒矣。高定从其言，设即请雍凯。凯果疑前日放回军士之言，知而不来。是夜高定引兵杀投雍凯中。原来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，皆想高定之的诚实助战。凯军不战自乱，凯上马望山路而走。行不2里，鼓声响楚，一彪军出，乃恶患也。挺方天戟奏马当先，雍凯措手不及，被换一戟刺于马下，就削其首级。凯部下军士皆降高定。定引2部军来降孔明，献雍凯首于帐下。孔明高坐于帐上，喝令左右推转高定，斩首报来。定曰：某感丞相大恩，今将雍凯首级来降，何故斩也？孔明大笑曰：汝来诈降，敢瞒吾耶？定曰：丞相何以知吾诈降？孔明于匣中取出一笺，与高定曰：朱褒已使人密献降书，说你与雍凯结生死之交，岂肯一日便杀此人？吾故知汝诈也。定教屈曰：朱褒乃反间之计也，丞相切不可信。孔明曰：吾亦难凭一面之词，汝若捉得朱褒，方表真心。定曰：丞相休疑，某去请朱褒来见丞相，若何？孔明曰：若如此，吾疑心方喜也。高定即不将恶患并本部兵杀奔朱褒迎来。彼即离寨约有10里，山后一彪军到，乃朱褒也。褒见高定军来，慌忙与高定答话。定大骂曰：汝如何协与诸葛丞相处，使反间之计害吾耶？褒目瞪口呆，不能回答。忽然恶患于马后转过，刺朱褒于马下。定厉声而言曰：如不顺者，皆戮之。于是众军一齐败将。定引2部军来见孔明，献朱褒首级于帐下。孔明大笑曰：吾故使汝杀此2贼，以表忠心。遂命高定为益州太守，总摄3郡，令恶患为牙将。3路军马已平。于是永昌太守王亢出城迎孔明。孔明入城已毕，问曰：谁与攻守此城，以保无虞？亢曰：某今日的此郡无为者，皆赖永昌不为人，姓吕，名凯，字季平，皆此人之力。孔明遂请吕凯至。凯入见，礼毕。孔明曰：久闻公乃永昌高士，多亏公保守此城。今欲平蛮方，公有何高见？吕凯遂取一图，呈与孔明曰：某自立世以来，知南人欲反久矣。
故密遣人入其境，查看可屯兵交战之处，书成一图，名曰平蛮指掌图。今感献与明公。明公是观之，可为征蛮之一助也。孔明大喜，就用吕凯为行军教授兼乡导官。于是孔明提兵大进，深入南蛮之境。正行军之次，忽报天子差使命至。孔明请入中军，但见一人素袍白衣而进，乃马谡也。为兄马良兴亡，因此挂孝。肃曰：奉主上敕命，赐众军酒帛。孔明接诏已毕，依命一一给散，遂留马谡在帐叙话。孔明问曰：吾奉天子诏，削平蛮方，久闻右长高见，望起四教。肃曰：余有片言，望丞相察之。南疆是其地远山险，不服久矣。非今日破之，明日复叛。丞相大军到彼，必然平服。但班师之日，必用北伐曹丕。蛮兵若之内虚，其反必速。夫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。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。孔明叹曰：右长足之无废服也。于是孔明遂令马谡为参军，即统大兵前进。却说蛮王孟获听知孔明智破雍凯等，遂聚三洞元帅商议。第一洞乃金环三杰元帅，第二洞乃董图纳元帅，第三洞乃阿会南元帅。三洞元帅入见孟获，或曰：今诸葛丞相领大军来侵我境界，不得不并力敌之。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进，如得胜者，便为洞主。于是分金环三杰取中路，董图纳取左路，阿会南取右路，各引5万蛮兵，依令而行。却说孔明正在寨中议事，呼哨马飞报，说三洞元帅分兵三路到来。孔明听毕，即唤赵云、魏延至，却都不吩咐。更唤王平、马忠至，之曰：今蛮兵三路而来，吾欲令子龙、文长去。此二人不识地理，未敢用之。王平可往左路迎敌，马忠可往右路迎敌。吾却使子龙、文长随后接应。今日整顿军马，来日平民进发。二人听令而去。又唤张仪，张仪吩咐曰：汝二人统领一军，往中路迎敌。今日整点军马，来日与王平、马忠约会而进。吾欲令子龙、文长去取，二人不识地理，故未敢用之。张仪、张翼听令去了。赵云、魏延见孔明不用，各有愠色。孔明曰：吾非不用汝二人，但恐涉险入深，为蛮人所算，失其锐气耳。赵云曰：倘我等识地理，若何？孔明曰：汝二人只宜小心，休得妄动。二人快快而退。赵云请魏延到自己寨内商议曰：吾二人为先锋，却说不识地理而不肯用。今用此后辈，吾等岂不羞乎？言曰：吾二人只今就上马，亲去探之。捉住土人，便叫引进，以敌蛮兵，大事可成。云从之，遂上马进取中路而来。方行不数里，远远望见尘头大起。二人上山坡看时，果见数十骑蛮兵纵马而来。二人两路冲出，蛮兵见了，大惊而走。赵云、魏延各生擒几人，回到本寨，以酒食待之，却细问其故。蛮兵告曰：前面是金环三杰元帅大寨，正在山口。寨边东西两路，却通五溪洞并董图纳、阿会南各寨之后。赵云、魏延听知此话，遂点精兵5000，叫秦来蛮兵引路。比及起身时，已是二更天气，月明星朗，趁着月色而行。刚到金环三杰大寨之时，约有4更，蛮兵方起造反，准备天明厮杀。忽然赵云、魏延两路杀入，蛮兵大乱。赵云直杀入中军，正逢金环三杰元帅。交马只一合，被云一枪刺落马下，就削其首级。余军溃散，魏延便分兵一半，往东路抄董图纳寨来。
赵云分兵一半往西路抄阿会南寨来。比及杀到蛮兵大寨之时，天已平明。先说魏延杀奔董荼那寨来，董荼那听知寨后有军杀至，便引兵出寨拒敌。忽然寨前门一声喊起，蛮兵大乱。原来王平军马早已到了，两下夹攻，蛮兵大败。董荼那夺路走脱，魏延追赶不上。却说赵云引兵杀到阿会南寨后之时，马忠已杀至寨前，两下夹攻，蛮兵大败。阿会南城乱走脱，各自收军回见孔明。孔明问曰：三洞蛮兵走了两洞之主金环三节元帅首级安在？赵云将首级献公。众皆言曰：董荼那阿会南皆弃马越岭而去，因此赶他不上。孔明大笑曰：二人无以擒下了。赵、魏二人并诸将皆不信。少卿、张仪解董荼那道，张仪解阿会南道。众皆惊讶。孔明曰：吾观吕凯图本，已知他个人下的寨子，故以言击子龙。闻长之锐气，故较深入重地，先破金环三节，随即分兵左右寨后超出，以王平、马忠应之。非子龙，文长不可当此任也。无料董荼那、阿会南必从边境往山路而走，故遣张仪、张翼以伏兵待之，令关所以兵接应，请此二人。诸将皆拜服曰：丞相机算，神鬼莫测。孔明令押过董荼那、阿会南至帐下，进去祈福，以91符赐之，令各自归洞，勿得助恶。二人弃拜，各投小路而去。孔明谓诸将曰：来日孟获必然亲自引兵厮杀，便可就此擒之。乃唤赵云、魏延至，赋予计策，各引5000兵去了。又唤王平、关索同引一军，受计而去。孔明分拨已毕，坐于帐上待之。却说蛮王孟获在帐中正坐，忽哨马报来，说三洞元帅俱被孔明捉将去了。部下之兵各自溃散。获大怒，遂起蛮兵以礼进发，正遇王平军马。两阵对圆，王平出马，横刀望之。只见门旗开处，数百南蛮骑将两士摆开。中间孟获出马，头顶嵌宝紫金冠，身披璎珞红锦袍，腰系捻玉狮子带，脚穿鹰嘴抹绿靴，骑一匹卷毛赤兔马，悬两口松纹香宝剑，昂然观望。回顾左右蛮将曰：人美说诸葛亮善能用兵，今观此阵，旌旗杂乱，队伍交错，高枪器械无一可能胜吾者，使之前日之言谬也。早知如此，吾反多时矣。谁敢去擒蜀将，以振军威？言莫尽，一将应声而出，名唤芒牙长，使一口截头大刀，骑一匹黄票马来取王平。二将交锋，战不数合，王平便走。孟获驱兵大进，以礼追赶。关索略战又走，约退20余里。孟获正追杀之间，忽然喊声大起，左有张仪，右有张翼，两路兵杀出，截断归路。王平、关索复引兵杀回，前后夹攻，蛮兵大败。孟获引不将死战的脱，望锦带山而逃。背后三路兵追杀将来，或正奔走之间，前面喊声大起，一彪军拦住，为首大将乃常山赵子龙也。或见了大惊，慌忙奔锦带山小路而走。子龙冲杀一阵，蛮兵大败，生擒者无数。孟获只与数十骑奔入山谷之中，背后追兵至近，前面路狭，马不能行，乃弃了马匹，爬山越岭而逃。忽然山谷中一声鼓响，乃是魏延受孔明计策，引500步军伏于此处。孟获抵敌不住，被魏延生擒活捉了，从其皆降。魏延解孟获到大寨来见孔明。孔明早已杀牛宰马，设宴在寨，却叫帐中排开7重围子手，刀枪剑戟灿若霜雪。又执御赐黄金乐府，曲柄伞盖，前后羽宝鼓吹，左右排开御林军，布列得十分严整。
孔明端坐于帐上，只见蛮兵纷纷攘攘，劫道无数。孔明唤到帐中，径寸其服，抚谕曰：汝等皆是好百姓，不幸被孟获所拘，今受惊吓，吾降汝等父母兄弟妻子，必以门而望。若听之阵败，定然割肚牵肠，眼中流血。吾今尽放汝等回去，以安个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。言讫，各赐90米粮而遣之。蛮兵深感其恩，弃拜而去。孔明叫唤武士押过孟获来，不一时，前推后拥，扶至帐前。或跪于帐下。孔明曰：先帝待汝不薄，汝何敢背反？或曰：两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地土，汝主以强夺之，自称为帝。吾世居此处，汝等无礼侵我土地，何为反耶？孔明曰：吾今请汝，汝心服否？或曰：山僻路狭，勿遭汝手，如何肯服？孔明曰：汝既不服，吾放汝去，若何？或曰：汝放我回去，再整军马，共决雌雄。若能再擒吾，吾方服也。孔明即令去其服，与衣服穿了，赐以酒食，给予鞍马，差人送出路径，望本寨而去。正是扣入掌中，还放去，人居化外，未能降。未知再来交战若何？且看下文分解。第88回，渡泸水在扶藩王，是诈降三秦孟获。却说孔明放了孟获，众将上帐问曰：孟获乃南蛮渠魁，今幸被擒，南方便定，丞相何故放之？孔明笑曰：吾擒此人，如囊中取物耳。只须降服其心，自然平矣。诸将闻言，皆未有信。当日孟获行至泸水，正遇手下败残的蛮兵，皆来寻探，兵见了孟获，且惊且喜，拜问曰：大王如何能够回来？或曰：蜀人奸我在帐中，被我杀死10余人，乘夜黑而走。正行间，逢着一哨马军，亦被我杀之，夺了此马，因此得脱。众皆大喜，拥孟获渡了泸水，下筑寨山，汇集各洞酋长，陆续招聚原放回的蛮兵，约有10余万骑。此时董图纳、阿慧南已在洞中。孟获使人去请，二人惧怕，只得也引动兵来。或传令曰：吾己知诸葛亮之计已，不可与战，战则中他诡计。彼川兵远来劳苦，况即日天炎，彼兵岂能久住？吾等有此泸水之险，将船筏进居在南岸一带，皆筑土城，深沟高垒，看诸葛亮如何施谋。众酋长从其计，进居船筏于南岸一带，筑起土城。有一山傍崖之地，高数敌楼，楼上多设弓弩炮石，准备久处之计。粮草皆是各洞公敛。孟获以为万全之策，坦然不忧。却说孔明提兵大进，前军已至泸水，哨马飞报说泸水之内并无船筏。又兼水势甚急，隔岸一带筑起土城，皆有蛮兵守把。时值5月，天气炎热，南方之地分外严酷，军马衣甲皆穿不得。孔明自至泸水边关闭，回到本寨，据将至帐中，传令曰：今孟获兵屯泸水之南，深沟高垒，以拒我兵。吾既提兵至此，如何空回？汝等各个引兵，依山傍树，捡林木茂盛之处，与我将袭人马。乃遣吕凯离泸水100里，捡阴凉之地，分作2个寨子。使王平、张仪、张毅、关索各守一寨，内外皆搭草棚，遮盖马匹，将士乘凉，以避暑气。参军蒋琬看了，入问孔明曰：某看吕凯所造之寨甚不好，正犯昔日先帝败于东吴时之地势矣。倘蛮兵偷渡泸水，前来劫寨，若用火攻，如何解救？孔明笑曰：公务多疑，吾自有妙算。蒋琬等皆不晓其意。忽报蜀中差马带解蜀要并2米到。孔明令入，待参拜毕，一面将米药分派各寨。孔明问曰：汝今带多少军来？马带曰：有3000军。
孔明曰：吾军累战疲困，欲用汝军，未知肯向前否？拜曰：皆是朝廷军马，何分比我？丞相要用，虽死不辞。孔明曰：今孟获拒筑泸水，无路可渡，吾欲先断其粮道，令彼军自乱。拜曰：如何断的？孔明曰：离此150里，泸水下流沙口，此处水漫，可以扎筏而渡。汝提本部3000军渡水，直入蛮洞，先断其粮，然后会合董图纳、阿慧南2个洞主，变为内应，不可有误。马岱欣然去了，领兵前到沙口，驱兵渡水。因见水浅，大半不下筏，直裸衣而过，半渡皆倒。急救傍岸，口鼻出血而死。马岱大惊，连夜回告孔明。孔明随唤乡岛土人问之。土人曰：木今炎天，独据泸水，日间甚热，毒气正发。有人渡水，必中其毒，或饮此水，其人必死。若要渡时，须待夜静水冷，毒气不起，饱食渡之，方可无事。孔明遂令土人引路，又选精壮军5、600，随着马岱来到泸水沙口，扎起木筏，半夜渡水，果然无事。带领着2000壮军，令土人引路，进取蛮洞运粮总路口加山谷而来。那家山谷两下是山，中间一条路，只容1人1马而过。马岱占了加山谷，分拨军士，立起寨山。洞蛮不知，正解粮道，被带前后截住，夺200余车。蛮人报入孟获大寨中。此时孟获在寨中，终日饮酒取乐，不理军务。谓众酋长曰：吾若与诸葛亮对敌，必中奸计。今靠此泸水之险，深沟高垒以待之。蜀人受不过酷热，必然退走。那时吾与汝等随后击之，便可擒诸葛亮也。言讫，呵呵大笑。忽然班内一酋长曰：沙口水浅，唐蜀兵透漏过来，深为利害。当分军守把。或笑曰：汝是本楚土人，如何不知？吾正要蜀兵来渡此水，渡则必死于水中矣。酋长又曰：唐有土人说与夜渡之法，当复何如？或曰：不必多疑。吾境内之人，安肯助敌人耶？正言之间，忽报蜀兵不知多少，暗渡泸水，绝迹了加山粮道，打着平北将军马岱旗号。或笑曰：量此小辈，何足道哉？即遣副将芒牙长引3000兵投加山谷来。却说马岱望见蛮兵已到，遂将2000军摆在山前。两阵对圆，芒牙长出马，与马岱交锋，只一合，被带一刀斩于马下。蛮兵大败走回，来见孟获，细言其事。或唤诸将问曰：谁敢去敌马岱？言未毕，董图纳出曰：某愿往。孟获大喜，遂与3000兵而去。或又恐有人再渡泸水，即遣阿慧南引3000兵去守把沙口。却说董图纳引蛮兵到加山谷下寨，马岱引兵来迎。部内军有认的是董图纳，说与马岱如此如此。拜纵马向前大骂曰：吾亦被恩之徒，吾丞相饶汝性命，今又被反，岂不自羞？董图纳满面羞惭，无言可答，不战而退。马岱掩杀一阵而回。董图纳回见孟获曰：马岱英雄，抵敌不住。或大怒曰：吾知汝原受诸葛亮之恩，今故不战而退，正是卖阵之计，何教出斩了？众酋长再三哀告，方才免死。是武士将董图纳打了100大棍，放归本寨。诸多酋长皆来告董图纳曰：我等虽居蛮方，未尝敢犯中国，中国亦不曾侵我。今因孟获势力相逼，不得已而造反，想孔明神机莫测，曹操、孙权尚自拒之，何况我等蛮方乎？况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，无可为报。今欲舍一死命，杀孟获去投孔明，以免洞中百姓涂炭之苦。董图纳曰：未知汝等心下若何？
内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，一齐同声应曰：愿往。于是董荼那手执钢刀，引100余人直奔大寨而来，使孟获大醉于帐中。董荼那引众人持刀而入，帐下有2将势力。董荼那以刀指曰：汝等亦受诸葛丞相活命之恩，宜当报效。2将曰：不须将军下手，某当生擒孟获，去献丞相。于是一齐入帐，将孟获执俘已定，押到泸水边，驾船直过北岸，先使人报之孔明。却说孔明已有细作探知此事，于是密传号令，叫各寨将士整顿军器，方叫为首酋长解孟获入来，其余皆回本寨听候。董荼那先入中军见孔明，细说其事。孔明重加赏劳，用好言抚慰。前董荼那引众酋长去了，然后令刀斧手推孟获入。孔明笑曰：汝前者有言，但在秦的便肯降服。今日如何？或曰：此非汝之能也，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残害，以致如此，如何肯服？孔明曰：吾今再放汝去，若何？孟获曰：吾虽蛮人，颇知兵法。若丞相端地肯放吾回洞中，吾当率兵再决胜负。若丞相这番在秦的我，那时倾心吐胆归降，并不敢改移也。孔明曰：这番生情，如又不服，必无轻恕。令左右去其绳索，仍前赐以酒食，列坐于帐上。孔明曰：吾自出茅庐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取。汝蛮邦之人，何为不服？或默然不答。孔明酒后，唤孟获同上马出寨，看是诸营寨山所屯粮草，所积军器。孔明只谓获曰：汝不将吾，真愚人也。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将，粮草器械，汝安能胜吾哉？汝若早将，吾当奏闻天子，令汝不先王位，子子孙孙永镇蛮邦。意下若何？或曰：某虽肯将，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。若丞相肯再放回去，就当招安本部人马，同心合胆，方可归顺。孔明欣然，又与孟获回到大寨，饮酒至晚。获辞去，孔明亲自送至泸水边，以传送获归寨。孟获来到本寨，先扶刀斧手于帐下，插心腹人到董荼那、阿慧南寨中，只推孔明有使命在，将2人转到大寨帐下，尽皆杀之，弃尸于涧。孟获随即遣亲信之人，把守隘口，自引军出了嘉山谷，要与马岱交战，却并不见一人。即问土人，皆言昨夜尽搬粮草，复渡泸水，归大寨去了。或在回洞中与亲弟孟优商议曰：如今诸葛亮之虚实，吾已尽之，如可去如此如此。孟优领了凶计，引100余蛮兵，搬载金珠、宝贝、象牙、犀角之类，渡了泸水，径投孔明大寨而来。方才过了河时，前面鼓角齐鸣，一彪军摆开，为首大将，乃马岱也。孟优大惊。待问了来情，令在外乡差人来报孔明。孔明正在帐中与马谡、吕凯、蒋琬、费祎等共议平蛮之事，忽帐下一人报称孟获差弟孟优来进宝贝。孔明回顾马谡曰：汝知其来意否？谡曰：不敢明言。容某按写于纸上，呈与丞相，看何君意否？孔明从之。马谡写契，呈于孔明。孔明看毕，抚掌大笑曰：秦孟获之计，吾以差派下也。汝之所见，正与吾同。遂唤赵云入，向耳畔吩咐如此如此。又唤魏延入，一低言吩咐。又唤王平、马忠、关索入，一个密地吩咐。个人受了计策，皆依令而去，方召孟优入帐。优再拜于帐下曰：家兄孟获，感丞相活命之恩，无可奉献，折据金珠宝贝若干，全为赏君之资。去后别有供天子礼物。孔明曰：汝兄今在何处？优曰：唯感丞相大恩，竟往银坑山中收拾宝物去了，少时便回来也。孔明曰：汝带多少人来？
忧曰：不敢多待，只是随行100余人，皆运货物者。孔明进叫入帐看时，皆是青眼黑面，黄发紫须，耳戴金环，蓬头显足，常立大之势。孔明就令随席而坐，叫诸将劝酒，殷勤相待。却说孟获在帐中专望回音，忽报有2人回了。唤入问之，据说诸葛亮受了礼物大喜，将随行之人皆唤入帐中，杀牛宰马，设宴相待。尔大王令某密报大王，今夜2更，里应外合，已成大事。孟获听之甚喜，即点起3万蛮兵，分为3队。或唤各洞酋长吩咐曰：各军静待火炬。今晚到了蜀寨时，放火为号。吾当自取中军，以擒诸葛亮。诸多蛮将受了计策，黄昏左右各渡泸水而来。孟获带领心腹蛮将100余人，尽投孔明大寨，余路并无一军阻挡。前至寨门，或率众将奏马而入，乃是空寨，并不见一人。或撞入中军，只见帐中灯烛荧黄，孟幽并番兵尽皆醉倒。原来孟幽被孔明叫马谡、吕凯2人管带，令乐人搬作杂剧，殷勤劝酒，酒内下药，尽皆醉倒，浑如醉死之人。孟获入帐问之，内有行者但止口而已，获知中计，急救了孟幽等一干人。却待奔回中队，前面喊声大震，火光奏起，蛮兵各自逃窜，一彪军杀到，乃是蜀将王平。或大惊，急奔左队时，火光冲天，一彪军杀到，为首蜀将乃是魏延。或慌忙望右队而来，只见火光又起，又一彪军杀到，为首蜀将乃是赵云。3路军夹攻将来，四下无路。孟获弃了军士，匹马望泸水而逃。正见泸水上数10个蛮兵，驾一小舟，或慌令进岸。人马方才下船，一声号起，将孟获扶住。原来马带了计策，引本部兵扮作蛮兵，称船在此，诱擒孟获。于是孔明招安蛮兵，将者无数。孔明一一抚慰，并不加害，就叫救灭了余火。须臾，马带擒孟获至，赵云擒孟幽至，魏延、马忠、王平、关索擒诸洞酋长至。孔明指孟获而笑曰：汝先令汝弟以礼诈降，如何瞒得我过？今番又被我擒，汝可服否？或曰：此乃吾弟贪口腹之故，误中汝毒，因此失了大事。吾若自来，弟以兵应之，必然成功。此乃天败，非吾之不能也，如何肯服？孔明曰：今已3次，如何不服？孟获低头无语。孔明笑曰：吾再放汝回去。孟获曰：丞相若肯放我弟兄回去，收拾家下亲丁，和丞相大战一场，那时擒得方才死心塌地而降。孔明曰：再若擒住，必不轻恕。如可小心在意，秦公韬略之书，在整亲信之事，早用良策，勿生后悔。遂令武士去其绳索，放起孟获，并孟幽及各洞酋长，一齐都放。孟获败歇去了。此时蜀兵已渡泸水。孟获等过了泸水，只见见岸口陈兵列将，旗帜纷纷。或到营前，马带高坐，以剑指之曰：这番拿住，必无轻放。孟获到了自己寨时，赵云早已袭了此寨，布列兵马。云坐于大旗下，按剑而言曰：丞相如此相待，休忘大恩。或默默连声而去。将出界口山坡，魏延引1000精兵摆在坡上，勒马厉声而言曰：吾今已深入巢穴，夺汝险要。汝尚自愚迷，抗拒大军。这回拿住，碎尸万段，绝不轻饶。孟获等抱头鼠窜，望本洞而去。后人有诗赞曰：五岳驱兵入不毛，月明泸水涨烟高。是江雄略筹3顾，岂但征蛮7纵劳。却说孔明渡了泸水，下寨已毕，大赏3军，聚诸将于帐下曰：孟获第2番擒来，吾令便官各营虚实，正欲令其来劫营也。吾知孟获颇小兵法，
吾以兵马粮草炫耀，时令孟获看无破绽，必用火攻。彼令其地诈降，欲为内应耳。吾三番擒之而不杀，诚欲服其心，不欲灭其类也。吾今明告汝等，勿得辞劳，可用心报国。众将拜服曰：丞相智、仁、勇三者足备，虽子牙、张良不能及也。孔明曰：吾今安敢忘古人耶？皆赖汝等之力，共成功业耳。帐下诸将听得孔明之言，尽皆喜悦。却说孟获受了三秦之气，愤愤归到营坑洞中，即插新妇人积金珠宝贝，往八番93殿等处，并蛮方部落，借使排刀辽丁军舰数十万，克日齐备。各队人马云堆雾涌，俱听孟获调用。伏路军探知其事，来报孔明。孔明笑曰：吾正欲令兵皆至，见吾之能也。遂上小车而行。正是若非洞主威风猛，怎显军师手段高？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89回，武乡侯4番用计，南蛮王5次遭擒。却说孔明自驾小车，引百骑前来探路。前有一河，名曰希尔河，水势虽慢，并无一只船筏。孔明令伐木为筏而渡，其木到水皆审。孔明遂问吕凯，凯曰：闻希尔河上流有一山，其山多竹，大者数围，可令人伐之，于河上搭起竹桥，以渡军马。孔明即调3万人入山，伐竹数十万根，顺水放下，于河面狭处搭起竹桥，阔10余丈。乃调大军于河北岸一字而下寨，便以为壕堑，以浮桥为门，垒土为城。过桥南岸一字下3个大营，以待蛮兵。却说孟获引数10万蛮兵，恨怒而来。将近希尔河，孟获引前部1万刀排辽丁，直扣前寨末战。孔明头戴冠巾，身披鹤氅，手执羽扇，乘4马车，左右众将簇拥而出。孔明见孟获身穿犀皮甲，头顶朱红盔，左手挽牌，右手执刀，骑赤牦牛，口中辱骂。手下万余洞丁，各舞刀牌，往来冲突。孔明即令退回本寨，四面紧闭，不许出战。蛮兵皆裸衣赤身，直到寨门前叫骂。诸将大怒，皆来禀孔明曰：某等情愿出寨，决一死战争。孔明不许。诸将再三欲战。孔明止曰：蛮方之人，不遵王话，经此一来，狂恶正盛，不可迎也。且宜坚守数日，待其猖狂少泄，吾自有妙计破之。于是蜀兵坚守数日。孔明在高阜处探之，窥见蛮兵已多懈怠，乃惧诸将曰：汝等敢出战否？众将欣然要出。孔明先唤赵云、魏延入帐，向耳畔低言，吩咐如此如此。二人受了计策先进，却唤王平、马忠入帐受计去了。又唤马岱吩咐曰：吾今弃此3寨，退过河北。吴军一退，如可便拆浮桥，移于下流，却渡赵云、魏延军马过河来接应。待受计而去。又唤张翼曰：吴军退去，寨中多设灯火。孟获知之，必来追赶，汝却断其后。张翼受计而退。孔明只教官所护车。众军退去，寨中多设灯火，蛮兵望见，不敢冲突。次日平明，孟获引大队蛮兵进到蜀寨之时，只见3个大寨皆无人马，于内砌下粮草车仗数百余辆。孟忧曰：诸葛亮弃寨而走，莫非有计否？孟获曰：无料诸葛亮弃辎重而去，必因国中有紧急之事。若非吴卿，定是未伐，故须张灯火以为疑兵，弃车仗而去也。可速追之，不可错过。于是孟获自驱前部，直到希尔河边，望见河北岸下寨中旗帜整齐如故，灿若云锦。沿河一带又设锦城，蛮兵少见，皆不敢进。
或谓忧曰：此事诸葛亮据无追赶，故就河北岸少驻，不2日必走矣。遂将蛮兵屯于河岸，又使人去山上砍竹为筏，以备渡河，却将赶战之兵皆移于寨前面。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境。是日，狂风大起，四壁香火鸣鼓响，蜀兵杀到，蛮兵辽丁自相冲突。孟获大惊，即引宗族动丁杀开条路，进奔旧寨。忽一彪军从寨中杀出，乃是赵云。或慌忙回西洱河，望山僻处而走。又一彪军杀出，乃是马岱。孟获只剩的数十个败残兵，望山谷中而逃。见南北西三处城头火光，因此不敢前进，只得往东奔走。方才转过山口，见一大林之前，数十从人引一辆小车，车上端坐孔明，呵呵大笑曰：蛮王孟获，大败至此，无以等候多时也。或大怒，回顾左右曰：吾遭此人诡计，受辱3次，今幸得这里相遇，汝等奋力前去，连人带车砍为粉碎。数骑蛮兵猛力向前。孟获当先呐喊，抢到大林之前，磕踏一声，踏了陷坑，一骑他倒。大林之内转出魏延，引数百军来，一个个拖出，用锁伏定。孔明先到寨中招安蛮兵，并诸殿酋长动丁。此时大半皆归本乡去了，除死伤外，其余尽皆归降。孔明以酒肉相待，以好言抚慰，尽令于放回。蛮兵皆感叹而去。少卿、张翼解梦忧至，孔明悔之曰：汝兄愚迷，汝当见之。今被无情了4次，有何面目再见人耶？孟忧羞惭满面，伏地告求免死。孔明曰：吾杀汝不在今日，吾且饶汝性命，劝谕汝兄，令武士解其绳索，放起孟忧。忧泣拜而去。不一时，魏延解孟获至。孔明大怒曰：你今番又被无情了，有何理说？或曰：吾今雾中诡计，死不瞑目。孔明斥武士推出斩之。或全无惧色，回顾孔明曰：若敢再放吾回去，必然报4番之恨。孔明大笑，令左右去其服，赐酒压惊，就坐于帐中。孔明问曰：吾今4次以礼相待，汝尚然不服，何也？或曰：吾虽是化外之人，不似丞相专施诡计，吾如何肯服？孔明曰：吾再放汝回去，复能战否？或曰：丞相若再拿住吾，吾那时倾心降服，尽献本洞之物犒军，誓不反乱。孔明即笑而遣之。或欣然拜谢而去。于是聚得诸洞壮丁数千人，望南以礼而行。早望见城头齐楚，一队兵到，乃是兄弟孟忧重整残兵，来与兄报仇。兄弟2人抱头相哭，诉说前事。忧曰：我兵屡败，蜀兵屡胜，难以抵挡，只可就山阴洞中退避不出。蜀兵受不过蜀气，自然退矣。或问曰：何处可去？忧曰：此去西南有一洞溪，名曰突龙洞。洞主朵思大王，与地甚厚，可投之。于是孟获先叫孟忧到突龙洞，见了朵思大王。我思慌引动兵出营。孟获入洞，礼毕，诉说前事。我思曰：大王宽心，若川兵到来，令他一人依计不得海乡，与诸葛亮皆死于此处。或大喜，问计于朵思。我思曰：此洞中只有2条路，东北上一路，就是大王所来之路，地势平坦，土厚水田，人马可行。若以木石垒断洞口，虽有100万之众，不能进也。西北上有1条路，山险岭恶，道路窄狭，其中虽有小路，多藏毒蛇恶蝎。黄昏时分，烟瘴大起，直至己50方收，为渭深有30，可以往来。水不可饮，人马难行。此处更有4个毒泉，一名雅泉，其水颇甜，人若饮之，则不能言，不过旬日必死。
二曰灭权，此水与汤无异，人若沐浴，则皮肉皆烂，见骨而死。三曰黑泉，其水为清，人若见之在身，则手足皆黑而死。四曰柔泉，其水如冰，人若饮之，咽喉无暖气，身躯软弱如棉而死。此处虫鸟皆无，唯有汉伏波将军曾到。自此以后，更无一人到此。今累断东北大路，令大王稳居必动，若蜀兵见东路截断，必从西路而入。余路无水，若见此四泉，定然饮水。虽百万之众，皆无归矣，何用刀兵耶？孟获大喜，以手加额曰：今日方有容身之地。又望北指曰：任诸葛亮神机妙算，难以施设。四泉之水，足以报败兵之恨也。自此，孟获、孟优终日与朵思大王言宴。却说孔明连日不见孟获兵出，遂传号令叫大军离西洱河往南进发。此时正当6月炎天，其热如火。有后人咏南方苦热诗曰：山泽欲焦枯，火光复太虚。不知天地外，暑气更何如？又有诗曰：赤地思泉柄，阴云不敢生。云蒸孤鹤喘，海热俱熬金。人舍西边坐，拥抛竹里行。如何杀塞客，换甲赴长征。孔明统领大军正行之际，忽哨马飞报，孟获退往屠龙洞中不出，将洞口要路垒断，内有兵把守，山恶岭峻，不能前进。孔明请吕凯问之，凯曰：某曾闻此洞有条路，实不知详细。蒋琬曰：孟获4次遭擒，即已丧胆，安敢再出？况今天气炎热，军马疲乏，征之无益，不如班师回国。孔明曰：若如此，正中孟获之计也。吾军一退，彼必乘势追之。今已到此，安有复回之理？遂令王平领数百军为前部，却叫新将蛮兵引路，循西北小路而入。前到一泉，人马皆可争饮此水。王平探有此路，回报孔明。彼及到大寨之时，皆不能言，但止口而已。孔明大惊，知是中毒，遂自驾小车，引数十人前来看时，见一潭清水，深不见底，水气凛凛，均不敢视。孔明下车，登高望之，四壁峰岭，鸟雀不闻，心中大疑。忽望见远远山冈之上有一古庙。孔明攀藤附葛而到，见一石屋之中，素一将军端坐，旁有石碑，乃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庙，因平蛮到此，土人立庙祀之。孔明再拜曰：亮受先帝托孤之重，今承圣旨，到此平蛮。欲待蛮方即平，然后伐魏吞吴，重安汉室。今军事不是地理，勿饮毒水，不能出声。万望尊神，念本朝恩义，通灵显圣，护佑三军。祈祷已毕，出庙寻土人问之。隐望见对山一老叟杖而来，形容甚异。孔明请老叟入庙，礼毕，对坐于石上。孔明问曰：杖者高姓？老叟曰：老夫久闻大国丞相龙明，幸得拜见。满方之人多蒙丞相活命，皆感恩不浅。孔明问泉水之故，老叟答曰：君所饮水，乃雅泉之水也，饮之难言，数日而死。此泉之外，又有3泉，东南有一泉，其水至冷，人若饮之，咽喉无暖气，身躯软弱而死，名曰柔泉。正南有一泉，人若见之在身，手足皆黑而死，名曰黑泉。西南有一泉，沸如热汤，人若遇之，皮肉尽脱而死，名曰灭泉。必除有此4泉，毒气所聚，无药可治。又烟瘴甚起，为胃、身有3个时辰可往来。愚者时辰，皆瘴气密布，触之即死。孔明曰：如此则蛮方不可平矣。满方不平，安能并吞吴，未在心事。有负先帝托孤之重，生不如死也。老叟曰：丞相勿忧，
老夫只引一处，可以解之。孔明曰：老丈有何高见，望其指教。老叟曰：此去正西数里，有一山谷，入内行20里，有一溪，名曰万安溪。上有一高士，号为万安隐者，此人不出溪，有数10余年矣。其草庵后有一泉，名安乐泉。人若中毒，及其水饮之即愈。有人或生疥癞，或感胀气，于万安溪内浴之，自然无事。更兼庵前有一等草，名曰泻叶云香。人若口含一夜，则胀气不染。丞相可速往求之。孔明拜谢，问曰：成仗者如此活命之的，感客不生？愿闻高兴。老叟入庙曰：吾乃山神，奉伏波将军之命，特来指引。言讫，喝开庙后石壁而入。孔明惊讶不已，再拜庙神，寻旧路上车，回到大寨。次曰：孔明备信乡礼物，引王平及众雅军，连夜望山神所言去处，以礼而进。入山谷小径，约行20余里，但见长松大柏，茂竹奇花，环绕一庄。篱落之中，有数间茅屋，闻得馨香喷鼻。孔明大喜，到庄前叩户，有一小童出。孔明方欲通姓名，早有一人，竹冠草履，白袍皂绦，闭眼黄发，欣然出曰：来者莫非汉丞相否？孔明笑曰：高士何以知之？隐者曰：久闻丞相大道南征，安得不知？遂邀孔明入草堂。礼毕，分宾主坐定。孔明告曰：亮受昭烈皇帝托孤之重，今承4军圣旨，领军道至，此欲服蛮邦，使归王化。不期孟获潜入洞中，军士误饮雅泉之水。夜来蒙伏波将军显圣，言高士有药泉，可以治之。望起今念，赐神水以重兵残生。隐者曰：亮老夫山野废人，何劳丞相往驾？此泉就在安后，叫取来饮。于是童子引王平等一骑雅军来到溪边，汲水饮之，随即吐出恶涎，便能言语。童子大引众军到万安溪中沐浴。隐者于庵中进脖子茶、松花菜以待孔明。隐者告曰：此间蛮洞多毒蛇恶蝎，柳花飘入溪泉之间，水不可饮。但掘地为泉，汲水饮之方可。孔明求泻叶云香，隐者令众军仅一采取，各人口含一叶，自然胀气不侵。孔明拜求隐者姓名。隐者笑曰：某乃孟获之兄孟杰是也。孔明愕然。隐者又曰：丞相休疑，容身片言。某姨父母所生3人，常及老夫孟杰，赐祸又赐孟忧，父母皆亡。二弟强恶，不归王化。某屡见不从，故更名改姓，隐居于此。今入地造反，又劳丞相深入不毛之地，如此困苦，孟杰何该万死？故先于丞相之前请罪。孔明叹曰：方信道直，柳下惠之事，今亦有之。遂与孟杰曰：吾身奏天子，立功为王，可乎？杰曰：为贤公民而逃于此，岂复有贪富贵之意？孔明乃具金帛赠之。孟杰坚辞不受。孔明嗟戚不已，拜别而回。后人有诗曰：高士忧妻独闭关，武侯曾死破朱蛮。至今古墓无人进，犹有寒烟锁旧山。孔明回到大寨之中，令军士掘地取水。掘下20余丈，并无滴水。凡掘10余处，皆是如此。军心惊慌。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：臣亮不才，养成大汉之福，受命平蛮。今途中乏水，军马枯渴。倘上天不绝大旱，即赐甘泉。若气运以终，臣亮等愿死于此处。是夜筑坝，平民视之，皆得满井甘泉。后人有诗曰：为国平蛮统大兵，心存正道和神明。本宫拜井甘泉出，诸葛虔诚水业生。孔明军马既得甘泉，安然由小径直入突龙洞前下寨。
蛮兵探之，来报孟获曰：蜀兵不染瘴疫之气，又无枯可之患，诸全皆不因。我司大王闻之不信，自与孟获来高山望之，只见蜀兵安然无事，大同小担搬运水浆，饮马造饭。我司见之，毛发悚然，回顾孟获曰：此乃神兵也。或曰：吾兄弟二人与蜀兵决一死战，就允于君，前安肯束手受俘？我司曰：若大王兵败，吾妻子亦休矣。当杀牛宰马，大赏动兵，不避水火，直冲蜀寨，方可得胜。于是大赏蛮兵，正欲启程，忽报洞后夷西营野洞21洞主杨丰引3万兵来助战。孟获大喜曰：临兵助我，我必胜矣。即与朵思大王出洞迎接。杨丰引兵入曰：吾有精兵3万，皆披铁甲，能飞山越岭，足以敌蜀兵100万。我有5子，皆武艺足备，愿助大王。封令5子入拜，皆彪躯虎体，威风抖擞。孟获大喜，遂设席相待杨丰父子。酒至半酣，封曰：军中少乐，吾随军有蛮姑，善舞刀牌，以助一笑。或欣然从之。须臾，数十蛮姑皆披发显足，从帐外舞跳而入。群蛮拍手以歌和之。杨丰令2子把斩，2子举杯诣孟获、孟优前，2人皆杯，方欲饮酒。封大喝一声，2子早将孟获、孟优直下座来。我司大王却待要走，已被杨丰擒了。蛮姑横结于帐上，谁敢近前？或曰：兔死狐悲，勿伤其类。吾与汝皆是各洞之主，往日无冤，何故害我？封曰：吾兄弟子直接感诸葛丞相活命之恩，无可以报。今汝反叛，何不擒献？于是各洞蛮兵皆走回本乡。杨丰将孟获、孟优、朵思等解赴孔明寨来。孔明令入，杨丰等拜于帐下曰：某等子直接感丞相恩德，故擒孟获、孟优等呈献。孔明重赏之，令驱孟获入。孔明笑曰：汝今翻心服乎？或曰：非汝之能，乃吾洞中之人，自相残害，以致如此。要杀便杀，只是不服。孔明曰：汝传吾入无水之地，更以哑拳、灭拳、黑拳、柔拳如此之毒，无君无样，岂非天意乎？汝何如此执迷？或又曰：吾祖居银坑山中，有3江之险，众官之故。汝若就彼擒之，吾当子子孙孙兵心服侍。孔明曰：吾再放汝回去，重整兵马，与吾共决胜负。如那时擒住，汝再不服，当灭9族。是左右去骑，放起孟获，或再拜而去。孔明又将孟优并朵思大王皆是骑，赐90押金。2人悚惧，不敢正视。孔明令鞍马送回。正是身临险地非容易，更斩其谋其偶然。未知孟获整兵再来，胜负如何？且看下文分解。第90回，屈拒受6破蛮兵，烧藤甲七擒孟获。却说孔明放了孟获等一干人，杨丰父子皆封官爵，重赏动兵。杨丰等拜谢而去。孟获等连夜奔回银坑洞。那洞外有3江，乃是泸水、甘南水、西城水3路水汇汇合，故为3江。其洞北径平坦200余里，多产万物。洞西200余里，有盐井。西南200里，直抵卢干。正南300里，乃是梁都洞。洞中有山，环抱其洞。山上出银矿，故名为银坑山。山中置宫殿楼台，以为蛮王巢穴。其中建一祖庙，名曰家鬼。4时杀牛宰马享祭，名曰卜鬼。每年常以蜀人并外乡之人祭之。若人患病不肯服药，直捣尸屋，名为药鬼。其处无刑法，但犯罪即斩。有女长成，却于溪中沐浴，男女自相混淆，任其自配，父母不精，名为学艺。年岁与水均调，则肿到骨。
倘若不熟，杀蛇为羹，煮相为饭。每方于之中，上户号曰洞主，次日酋长。每月初一、15两日，皆在三江城中买卖转易货物。其风俗如此。却说孟获在洞中聚集宗党1000余人，谓之曰：吾屡受入于蜀兵，立誓欲报之。汝等有何高见？言未毕，一人应曰：吾举一人，可破诸葛亮。众视之，乃孟获七弟，现为8藩部长，名曰带来洞主。获大喜，即问何人。带来洞主曰：此去西南巴那洞，洞主目录大王，深通法术，出则其相，能呼风唤雨，常有虎豹豺狼、毒蛇恶蝎跟随，手下更有3万神兵，甚是英勇。大王可修书据礼，某亲往求之。此人若允，何惧蜀兵哉？或欣然，令国就击书而去。却令朵思大王守把三江城，以为前面屏障。却说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，遥望见此城3面傍江，一面通汉。即遣魏延、赵云统领一军于汉路打城。军到城下时，城上弓弩齐发。原来洞中之人多习弓弩，一弩齐发时矢，箭头上皆用毒药，但有中箭者皮肉皆烂，箭五脏而死。赵云、魏延不能取胜，回见孔明言要箭之事。孔明自乘小车到军前看了虚实，回到寨中，令军退数里下寨。蛮兵望见蜀兵远退，皆大笑作贺，只疑蜀兵拒却而退。因此夜间安心稳睡，不去哨探。却说孔明约军退后，即避寨不出，一连5日，并无号令。黄昏左侧，忽起微风。孔明传令曰：美军要1金1符，现一更10分硬点。武者力斩。诸将皆不知其意，只得依令预备。孔明又传令曰：诸军包土，聚在三江城下交割。先到者有赏。众军闻令，皆包净土，飞奔城下。孔明令积土为邓道，先上城者为头功。于是蜀兵10余万，并将兵万余，将所包之土一齐弃于城下。一霎时，积土成山，接连城上。一声暗号，蜀兵皆上城。蛮兵急放弩时，大半早被直下，余者弃城而走。我思大王死于乱军之中。蜀将督军分路绞杀。孔明取了三江城，所得珍宝皆赏3军。残败蛮兵逃回见孟获，说朵思大王身死，失了三江城。获大惊，正虑之间，人报蜀兵已渡江，见在本洞前下寨。孟获甚是慌张。忽然屏后一人大笑而出曰：既为男子，何无志也？我虽是一妇人，愿与你出战。或视之，乃妻祝融夫人也。夫人世居南蛮，乃祝融氏之后，善使飞刀，百发百中。孟获起身称谢。夫人欣然上马，引宗党猛将数百员，生力动兵5万，出营坑宫阙，来与蜀兵对敌。方才转过洞口，一彪军拦住，为首蜀将乃是张仪。蛮兵见之，却早2路摆开。祝融夫人被插5口飞刀，手挺丈8长镖，坐下卷毛赤兔马。张仪见之，暗暗称奇。2人奏马交锋，战不数合，夫人拨马便走。张仪赶去，空中一把飞刀落下，仪即用手割正中左臂，翻身落马。蛮兵发一声喊，将张仪直扶去了。马中听得张仪被执，急出救时，早被蛮兵困住。望见祝融夫人挺镖勒马而立，终愤怒向前去战，坐下马绊倒，亦被擒了。勾解人洞中来见孟获，获设席庆贺。夫人持刀扶手推出张仪，马中要斩。获指曰：诸葛亮放吾5次，今番若斩彼将，是不义也。且求在洞中待擒住诸葛亮，杀之未迟。夫人从其言，笑饮作乐。却说败残兵来见孔明，告知其事。
孔明即唤马岱、赵云、魏延三人受计，各自领军前去。次日，蛮兵报入洞中，说赵云末战。祝融夫人即上马出迎，二人战不数合，云拨马便走。夫人恐有埋伏，勒兵而回。延又引军来末战，夫人纵马相迎。正交锋紧急，延诈败而逃，夫人止不敢。次日，赵云又引军来末战，夫人领动兵出迎。二人战不数合，云诈败而走，夫人按标不敢。欲收兵回洞时，魏延引军齐声辱骂，夫人即挺标来取魏延。延拨马便走，夫人愤感怒来，延奏马奔入山僻小路，忽然背后一声响亮，延回头视之，夫人仰鞍落马。原来马岱埋伏在此，用绊马索绊倒，就李秦福解投大寨而来。蛮将动兵接来救时，赵云一阵杀散。孔明端坐于帐上，马岱解祝融夫人道：“孔明即令武士去祈福，请在别帐赐酒压惊。前师往告孟获，欲送夫人换张仪、马中二将。”孟获允诺，即放出张仪、马中，还了孔明。孔明遂送夫人入洞。孟获接着又喜又恼，忽报巴纳洞主道。孟获出帐迎接，见其人骑着白象，身穿金珠璎珞，腰悬两口大刀，领着一班喂养虎豹豺狼之士簇拥而入。或再拜哀告，诉说前事。目录大王许以报仇。或大喜，设宴相待。次日，目录大王引本洞带猛兽而出。赵云、魏延听之蛮兵出，遂将军马不成阵势。二将并配立于阵前视之，只见蛮兵旗帜器械皆别，人多不穿衣甲，尽裸身赤体，面目丑陋，身带4把尖刀，军中不鸣鼓角，但筛金为号。目录大王腰挂2把宝刀，手执地中，身骑白象，从大旗中而出。赵云见了魏延曰：“我等上阵一生，未尝见如此人物。”二人正沉吟之际，只见目录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咒语，手摇地中。忽然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如同奏语，一声画角响，虎豹豺狼、猛兽毒蛇乘风而出，张牙舞爪，冲将过来。蜀兵如何抵挡，往后便退。蛮兵随后追杀，只赶到三江界路方回。赵云、魏延收据败兵，来孔明帐前请罪，细说此事。孔明笑曰：“非汝二人之罪。吾未出茅庐之时，先知南蛮有驱虎豹之法。吾在蜀中以半下破此阵之物也。随军有20辆车，据封记在此。今日且用一半，留下一半，后有别用。”遂令左右取了10辆红油贵车到帐下，留10辆黑油贵车在后。众皆不知其意。孔明将柜打开，皆是木刻彩画巨兽，俱用5色绒线为毛衣，钢铁为牙爪，一个可骑坐10人。孔明选了精壮军士1000余人，领了100口，内装烟火之物，藏在车中。次日，孔明驱兵大进，布于洞口。蛮兵探之，入洞报与蛮王。目录大王自谓无敌，即与孟获引动兵而出。孔明观金羽扇，身衣道袍，端坐于车上。孟获指曰：“车上坐的便是诸葛亮，若擒住此人，大事定矣。”目录大王口中念咒，手摇地中。顷刻之间，狂风大作，猛兽突出。孔明将羽扇一摇，其风便回吹彼阵中去了。蜀阵中驾兽涌出，蛮洞真兽见蜀阵巨兽口吐火焰，鼻出黑烟，身摇铜铃，张牙舞爪而来，诸恶兽不敢前进，皆奔回蛮洞，反将蛮兵冲倒无数。孔明驱兵大进，鼓角齐鸣，往前追杀。目录大王死于乱军之中。洞内孟获宗党皆弃宫阙，扒山越岭而走。孔明大军占了营坑洞。次日，孔明正要分兵击擒孟获，忽报蛮王孟获七弟带来洞主，因劝孟获归降，
或不从，今将孟获并祝融夫人及宗党数百余人尽皆擒来，献与丞相。孔明听之，即唤张仪、马忠，吩咐如此如此。尔将受了计，引2000精壮兵伏于两廊。孔明即令守门将俱放进来。带来洞主引刀斧手解孟获等数百人败于殿下。孔明大喝曰：与无情下！两廊壮兵齐出，2人捉1人，尽被执服。孔明大笑曰：谅汝些小诡计，如何瞒得过我？汝见2次俱是本洞人请汝来降，吾不加害汝，只道吾生性，故来诈降，欲就洞中杀吾。喝令武士搜其身畔，果然各带利刀。孔明问孟获曰：汝原说在汝家擒住，方使心服，今日如何？或曰：此事我等自来送死，非汝之能也。吾心未服。孔明曰：吾擒住6番，尚然不服，欲待何时焉？或曰：汝第7次擒住，吾方倾心归服，是不反矣。孔明曰：巢穴已破，吾何虑哉？令武士进去其服，斥之曰：这番擒住，再若之无，必不轻恕。孟获等抱头鼠窜而去。却说败残蛮兵有1000余人，大半重伤而逃，正与蛮王孟获。获收了败兵，心中稍喜，却与带来洞主商议曰：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，今投何地安身？带来洞主曰：只有一国可以破蜀。或喜曰：何处可去？带来洞主曰：此去东南700里，有一国名乌戈国。国主务屠蛊，身长2丈，不食五谷，以生蛇恶兽为饭。身有鳞甲，刀剑不能侵。其手下军士俱穿藤甲，其藤生于山涧之中，含于石壁之内。国人采取浸于油中，半年方取出晒之。晒干复净，凡10余遍，却才造成铠甲，穿在身上，渡江不沉，经水不湿，刀剑皆不能入。因此号为藤甲军。今大王可往求之，若得彼相助，擒诸葛亮如利刀破竹也。孟获大喜，遂投乌戈国来见务屠蛊。其洞无与舍，皆居土穴之内。孟获入洞，再拜哀告前事。务屠蛊曰：吾启动之兵，与汝报仇。我欣然拜谢。于是务屠蛊换2个领兵扶长，一名土安，一名西尼。起3万兵，皆穿藤甲，离乌戈国望东北而来。行至一江，名桃花水，两岸有桃树，历年落叶于水中，若别国人饮之尽死，唯乌戈国人饮之倍添精神。务屠蛊兵至桃花渡口下寨，以待蜀兵。却说孔明令蛮人哨探孟获消息，回报曰：孟获请乌戈国主引3万藤甲军建屯于桃花渡口。孟获又在各番聚集蛮兵，并力拒战。孔明听说，提兵大进，直至桃花渡口，隔岸望见蛮兵不类人形，甚是丑恶。又问土人，言说即日桃叶正落，水不可饮。孔明退5里下寨，留魏延守寨。次日，乌戈国主引一彪藤甲军过河来，金鼓大震。魏延引兵出营，蛮兵卷地而至。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，皆不能透，俱落于地。刀砍枪刺，亦不能入。蛮兵皆使利刀钢叉，蜀兵如何抵挡，尽皆败走。蛮兵不敢而回。魏延复回，赶到桃花渡口，只见蛮兵带甲渡水而去，内有困乏者，将甲脱下，放在水面，以身坐其上而渡。魏延即回大寨来禀孔明，细言其事。孔明请吕凯并土人问之。凯曰：某素闻南蛮中有一乌戈国，无人伦者也。更有藤甲护身，急切难伤。又有桃叶恶水，本国人饮之，反添精神。别国人饮之，即死。如此蛮方，纵使全胜，有何益焉？不如班师早回。孔明笑曰：吾非容易到此，岂可便去？吾明日自有平蛮之策。
于是令赵云助魏延守寨，且休清出。次日，孔明令土人引路，自乘小车到桃花渡口北岸山僻去处，遍观地理。山险岭峻之处，车不能行，孔明弃车步行。忽到一山，望见一谷，形如长蛇，皆为峭石壁，并无树木，中间一条大路。孔明问土人曰：“此谷何名？”土人答曰：“此处名为盘蛇谷。出谷则三江成大路，谷前名塔郎殿。”孔明大喜曰：“此乃天赐吾成功于此也。”遂回旧路，上车归寨，换马岱吩咐曰：“与汝黑油贵车10辆，须用竹竿1000条。卫内之物如此如此，可将本部兵去把住盘蛇谷2头依法而行。与汝半月限，一切完备。至其如此施设，行有走漏，定按军法。”马岱受计而去。又唤赵云吩咐曰：“汝去盘蛇谷后，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，所用之物刻日完备。”赵云受计而去。又唤魏延吩咐曰：“如可引本部兵去桃花渡口下寨，如蛮兵渡水来敌，汝便弃了寨，望白旗楚而走。限半个月内，需要连输15阵，弃7个寨山。若输了14阵，也休来见我。”魏延领命，心中不乐，样样而去。孔明又唤张翼令引一军，依所指之处驻立寨山去了。却令张仪、马忠引本洞所将1000人，如此行之，个人都依计而行。却说孟获与乌戈国主兀图古曰：“诸葛亮多有巧计，只是埋伏。今后交战，吩咐3军，但见山谷之中林木多处，不可亲近。”兀图古曰：“大王说的有理，吾已知道中国人多行诡计，今后依此言行之。吾在前面厮杀，汝在背后教导。”2人商量已定。忽报蜀兵在桃花渡口北岸立起营寨，兀图古及差2府尹藤甲军渡河来，与蜀兵交战。吴数和魏延败走，蛮兵恐有埋伏，不敢自回。次日，魏延又去了营寨，蛮兵少的又引众军渡过河来战。延出迎之，吴数和延败走，蛮兵杀10余里，见四下并无动静，便在蜀寨中屯驻。次日，2府长请兀图古到寨，说知此事。兀图古即引兵大进，将魏延追一阵，蜀兵皆弃甲抛戈而走。只见前有白旗，延引败兵，急奔到白旗处，早有一寨，就寨中屯驻。兀图古驱兵追至，延引兵弃寨而走。蛮兵得了蜀寨。次日又往前追杀，魏延回兵交战，不3合又败，只看白旗楚而走。又有一寨，延就寨屯驻。次日蛮兵又至，延略战又走，蛮兵占了蜀寨。罢休续反，魏延且战且走，已败15阵，连弃7个营寨。蛮兵大进追杀，兀图古自在军前破敌，于路但见林木茂盛之处，便不敢进。却使人远望，我见树荫之中旌旗招展。兀图古谓孟获曰：“果不出大王所料。”孟获大笑曰：“诸葛亮今番被吾识破。”大王连日胜了他15阵，夺了7个营寨，蜀兵望风而走。诸葛亮以势计穷，只此一进，大事定矣。兀图古大喜，遂不以蜀兵为念。至第16日，魏延引败残兵而来，与藤甲军对敌。兀图古骑象当先，头戴日月郎须帽，身披金珠璎珞，两肋下露出生鳞甲，眼目中为露光芒，手指魏延大骂。延拨马便走，后面蛮兵大进，魏延引兵转过了盘蛇谷，望白旗而走。兀图古望见山上并无草木，料无埋伏，放心追杀。赶到谷中，见数10辆黑油贵车在当路。蛮兵报曰：“此事蜀兵运粮道路，因大王兵至，撇下粮车而走。”
兀图谷大喜，催兵追赶，将出谷口，不见蜀兵。只见横木乱石滚下，垒断谷口。兀图谷令兵开路而进，忽见前面大小车辆装载干柴，尽皆火起。兀图谷忙叫退兵，只闻后军发喊，报说谷口已被干柴垒断。车中原来是火药，一齐烧着。兀图谷见无草木，心上不慌，令寻路而走。只见山上两边乱丢火把，火把到处，地中要线皆看，就地飞起铁炮。满谷中火光乱舞，但逢藤甲，无有不着。将兀图谷并3万藤甲军烧得互相拥抱，死于盘蛇谷中。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时，只见蛮兵被火烧得身全书腿，大半被铁炮打得头脸粉碎，皆死于谷中，臭不可闻。孔明垂泪而叹曰：吾虽有功于社稷，必损收矣。左右将士无不敢。却说孟获在寨中，正望蛮兵回报，忽然千余人笑拜于寨前，言说乌戈国与蜀兵大战，将诸葛亮围在盘蛇谷中了。特请大王前去接应。我等皆是本洞之人，不得已而降蜀。今知大王前来，特来助战。孟获大喜，即引宗党并所聚番人，连夜上马，就令蛮兵引路。方到盘蛇谷时，只见火光甚烈，臭味难闻。获知中计，即退兵时，左边张仪，右边马忠，两路军杀出。或方欲抵敌，一声喊起，蛮兵中大半皆是蜀兵，将蛮王宗党并聚集的番人尽皆擒了。孟获匹马杀出重围，望山径而走。正走之间，见山凹里一簇人马，涌出一辆小车，车中端坐一人，冠巾羽扇，身衣道袍，乃孔明也。孔明大喝曰：反贼孟获，今番如何？获即回马走。旁边闪过一将，拦住去路，乃是马岱。孟获措手不及，被马岱活捉了。此时王平、张翼已引一军赶到蛮寨中，将祝融夫人并一应老小皆活捉而来。孔明归到寨中，升帐而坐，谓众将曰：吾今此计，不得已而用之，大损阴德。我料敌人必算吾于林木多处埋伏，吾却空设旌旗，实无兵马，疑其心也。吾令魏文长连书15阵者，歼其心也。吾见盘蛇谷只一条路，两壁皆是光石，并无树木，下面都是沙石，因令马岱将黑油车安排于谷中。车中油柜内皆是预先造下的火炮，名曰地雷。一炮中藏9炮，30步埋之，中用竹竿通结，以引要线。才一发动，山陨石裂。吾又令赵子龙预备草车安排于谷口，又于山上准备大木乱石。却令魏延转兀图谷藤甲军入谷，放出魏延，截断其路，随后焚之。吾闻利于水者必不利于火，藤甲虽刀剑不入，乃由尽之物，见火必者。蛮兵如此顽皮，非火攻安能取胜？使乌戈国之人不留种类者，是吾之大罪也。众将拜服曰：丞相天机，神鬼莫测也。孔明令押过孟获来，孟获跪于帐下。孔明令去其服，叫且在别帐于90关制作榻前，如此如此，吩咐而去。却说孟获与祝融夫人并孟优带来洞主一切宗党在别帐饮酒。忽一人入帐谓孟获曰：丞相面羞，不欲与公相见，特令我来放公回去，再招人马来决胜负。公今可速去。孟获垂泪言曰：七擒七纵，自古未尝有也。吾虽化外之人，颇知礼义，直如此无羞耻乎？遂同兄弟妻子宗党等人，皆匍匐跪于帐下，肉袒谢罪曰：丞相天威，南人不复反矣。孔明曰：公今服乎？或泣谢曰：某子子孙孙皆感负载生成之恩，安得不服？孔明乃请孟获上帐，设宴庆贺，就令永为洞主。所夺之地尽皆退还。
孟获宗党及诸蛮兵无不敢戴，皆欣然跳跃而去。后人有诗赞孔明曰：羽扇纶巾永避障，七擒妙策治蛮王。至今西洞传威的韦选高原立庙堂。常使费辉入谏曰：今丞相亲提士卒，深入不毛，收服蛮方。蛮王今已归服，何不置官吏，与孟获一同守之？孔明曰：如此有三不义，留外人则当留兵，兵无所食，亦不义也。蛮人伤破，父兄死亡，留外人而不留兵，必成祸患，二不义也。蛮人累有非杀之罪，自有嫌疑，留外人终不相信，三不义也。今无不留人，不运粮，与相安于无事而已。众人尽服。于是蛮方皆感孔明恩德，乃为孔明立生祠，40享祀，皆呼之为慈父。各送珍珠金宝丹漆药材，耕牛战马，以资军用，事不相反。南方已定。却说孔明犒军已毕，班师回蜀，令魏延引本部兵为前锋。延引兵方至泸水，忽然阴云四合，水面上一阵狂风骤起，飞沙走石，军不能进。延退兵回报孔明，孔明遂请孟获问之。正是塞外蛮人方铁服，水边鬼卒又猖狂。未知孟获所言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91回，继泸水汉乡班师，伐中原武侯上表。却说孔明班师回国，孟获率引大小洞主酋长及诸部落罗拜相送。前军至泸水，时值9月秋天，忽然阴云不和，狂风骤起，兵不能渡，回报孔明。孔明遂问孟获，或曰：此水源有昌神作祸，往来者必须祭之。孔明曰：用何物享祭？或曰：旧时国中因昌神作祸，用749颗人头并黑牛白羊祭之，自然丰田浪尽，更兼连年丰稔。孔明曰：吾今事已平定，安可妄杀一人？遂自到泸水岸边观看。我见阴风大起，波涛汹涌，人马皆惊。孔明甚疑，即寻土人问之。土人告说，自丞相经过之后，夜夜只闻得水边鬼哭神号，自黄昏直至天晓，哭声不绝。帐烟之内，阴鬼无数，因此作祸，无人敢渡。孔明曰：此乃我之罪愆也。前者马岱引蜀兵1000余，皆死于水中，更兼杀死男人，皆弃于此。黄魂怨鬼不能解释，以致如此。吾今晚当亲自往祭于水兵。土人曰：须依旧例，杀49颗人头为祭，则怨鬼自散也。孔明曰：本为人死而成怨鬼，岂可又杀生人耶？吾自有主意，唤行厨宰杀牛马，和面为祭，速成人头，内以牛羊等肉代之，名曰馒头。当夜于泸水岸上设香案，铺祭物，列灯49盏，扬帆招魂，将馒头等物陈设于地。3更时分，孔明金冠鹤氅，亲自临祭，令董厥读祭文。其文曰：为大汉建兴3年秋9月1日，武乡侯领益州牧丞相诸葛亮、锦臣季仪，享于故莫王氏蜀中将校以及南人王者阴魂曰：我大汉皇帝威盛武霸，名祭三王。昨自远方亲近，一俗起兵，纵差为以心妖，自狼心而逞乱。我奉王命，问罪遐荒，大举貔貅，西除蝼蚁，雄军云集，狂寇兵消。才闻破竹之声，便是失援之事。但士卒儿郎尽是9州豪杰，官僚将校皆为四海英雄。习武从容，投名事主，莫不同身3令，共斩7擒。其间奉国之诚，共效中军之志，何其如等偶施兵机，元落奸计。或为流矢所中，魂掩泉台；或为刀剑所伤，破归长夜。生则有勇，死则成名。今凯歌遇害，献俘将及。汝等英灵尚在，祈祷必闻。
随我旌旗，逐我不取，同回上国，各任本乡，受骨肉之征偿，领家人之祭祀。莫作他乡之鬼，徒为异域之魂。我当奏之天子，时汝等各家尽沾恩禄，年给衣粮，月赐领禄，用资酬答，以慰汝心。至于本净土神，南方王鬼，血食有常，平依不远。生者既领天威，死者亦归王化。享夷宁铁，无至豪陶，聊表丹城，尽臣祭祀。呜呼哀哉！夫为上想。读祭文毕，孔明放声大哭，极其痛切，情动三军，无不下泪。孟获等众尽皆哭泣。只见愁云怨雾之中，隐隐有数千鬼魂，皆随风而散。于是孔明令左右将祭物尽弃于泸水之中。次日，孔明引大军聚到泸水南岸，但见云散雾收，风静浪平，蜀兵安然进渡泸水。果然边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还。行到永昌，孔明留王亢、吕凯守4郡。发父孟获领众自回，主其勤政欲下，善抚居民，勿施农务。孟获等涕泣拜别而去。孔明自引大军回成都。后主排銮驾出郭30里迎接，下辇立于道旁，以候孔明。孔明慌下车，扶道而言曰：“臣不能速平南方，使主上怀忧，臣之罪也。”后主扶起孔明，并车而回，设太平筵会，重赏3军。自此远邦进贡来朝者200余处。孔明奏准后主，将没于王室者之家，一一优叙。人心欢悦，朝野清平。却说魏主曹丕在位7年，即蜀汉建兴4年也。丕先纳夫人甄氏及袁绍次子袁熙之父，前破邺城时所得。后生一子，名睿，字元仲，自幼聪明，丕甚爱之。后丕又纳安平广宗人郭永之女为贵妃，甚有颜色，其父常曰：“吾女乃女中之王也。”故号为女王。自丕纳为贵妃，因甄夫人失宠，郭贵妃与谋为后，却与信臣张涛商议。时丕有疾，涛乃诈称于甄夫人宫中觉得同目偶人，上书天子年月日时，为压阵之事。丕大怒，遂将甄夫人赐死，立郭贵妃为皇后。因无出，养曹睿为己子，虽甚爱之，不立为嗣。睿年至15岁，弓马熟娴。当年春2月，丕带睿出猎，行于山雾之间，赶出子母2鹿，丕一箭射倒母鹿，回视小鹿，驰于曹睿马前。丕大呼曰：“吾儿何不射之？”睿在马上泣告曰：“陛下已杀其母，安忍复杀其子？”丕闻之，直躬于地曰：“吾儿真仁德之主也。”于是遂封睿为平原王。夏5月，丕感寒疾，医治不全，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、镇军大将军陈群、辅军大将军司马懿3人入寝宫。丕唤曹睿至，只谓曹真等曰：“今朕病已沉重，不能复生。此子年幼，卿等3人可善辅之，勿负朕心。”3人皆告曰：“陛下何出此言？臣等愿竭力以示陛下至千秋万岁。”丕曰：“今年许昌城门无故自崩，乃不祥之兆，朕故自知必死也。”正言间，内侍奏征东大将军曹休入宫问安。丕召入，谓曰：“卿等皆国家柱石之臣也，若能同心辅朕之子，朕死亦瞑目矣。”言讫，堕泪而薨。时年40岁，在位7年。于是曹真、陈群、司马懿、曹休等一面举哀，一面永立曹睿为大魏皇帝。是父丕为文皇帝，是母甄氏为文昭皇后。封中游为太傅，曹真为大将军，曹休为大司马，华歆为太尉，王朗为司徒，陈群为司空，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。其余文武官僚各个封赠。大赦天下。11